身价。遗憾高高低低，需要更多勇气。梦想有多近就多遥不可及。我知道你也会不安犹豫，别担心，来得及。去体验，去体谅无名之辈的迷茫，相信启程就会到达想去的远方。去感受，去放下，去触摸无边的想象，走过了岁月，成为自己的榜样。谁不是一生的上将，在闪电眺望？谁不是穿过流言，换来欣赏目光？谁不是跌跌撞撞，才懂得悲喜无常？摘下点点的星光，化作永恒的守望。祝福你穿越时光，伤口也开出了花。祝福你眼中有海，倒映星河漫长。祝福你卸下盔甲，拥抱人间沧桑。祝福你千帆过尽，还是少年模样。Hello， 巴黎，大家晚上好，我是刘宇宁，欢迎各位。胸口之间沸腾着的火海，让你铠甲并肩穿过阴霾。晚上好，各位啊！这个有朋友说今天没戴帽子是洗头了吗？是的，是的，是的。我也不是平时不咋洗头，我也经常洗的，好不好？只是说，就是有的时候那个戴着帽子显得精神一点嘛。刚才不是都说了吗？说这个老大怎么看起来有点憔悴，有点老了。我的头发就是这样顺下来，你觉得我有一点憔悴是吗？能看一会儿，不能看你就出去好不好？大过节给人添堵，11国庆节我们都开开心心出去旅游，你去旅游了，然后我在这叭叭给你直播，然后你还挑三拣四的，谁给你惯的？故事里的爱在长夜澎湃，被烟火覆盖，我心只有你明白。背着上次一度爱，为你燃烧的姿态，不言不害，一并交代，诺言我不曾更改。宿命揭开，为你独爱，一切为期不放开。穿过黑暗的地带。一旦你说刚才突然进来一个不认识我刘宇宁的，就是或者是对我不了解的，我刚才那一番话会不会觉得小伙老装了？小伙在狂了啊！就这么怼粉丝，然后那个直播告诉人那个爱看看，不爱看出去。不被凡事打败，生死相随换心爱。要不太狂了，太狂了！并肩击溃过的阴霾，是勋章在胸口澎湃，将你的名字镌刻在我心。有朋友说该狂就得狂，哎，没毛病，你还真有捧哏的。就是这个属于就是你属于盲目追星了有点。啊，就是该狂狂啊！当机会常为你创个年代，我只为你存在。宣誓一生，超越生死的未来，藏于心，藏于魂魄。有朋友说老大纯奶狗，是可不是？那个我今天这个发型为什么这么顺毛？就是符合人设嘛，纯奶狗。今天不走那种霸总路线了，今天纯奶狗啊，就是这种。只为你存在，故事里的爱在长夜澎湃，被烟火覆盖，我心只有你明白。背着上次一度爱，为你燃烧的姿态，不言不害，一并交代，诺言我不曾更改。宿命揭开，为你独爱。有朋友说老大该做热玛吉了，行，我知道了，你是我的这个形象管理医生是吧？
我就先不做了。最近那个也没有什么不拍戏的话就不做了。然后最近做歌手，歌手这一块呢，起码就是你唱的再次也没人骂你丑嘛。你就再跑调，没人骂你丑啊，所以就是戴米不爱听啊，不高兴。他也不允许我说自己丑，你看急眼了。戴米上班太累了，11也得上班，一脸不开心。在那坐挺好的，你坐会儿得了啊。哎，不用竖着耳朵听，没叫你，你好好待着啊。很多朋友其实是这样的，我看到网上有一些就是哀鸣，也不算哀鸣了，就是那种怨气啊，说那个你老大最近干嘛呢？怎么也不出现，微博也不上，然后那个什么那个中秋节也不直播，就是然后有咱家有一帮就是稍微就是那种不能说成熟吧，反正就是知性一点的那些粉丝就说他不上线肯定有他的工作呀，老大不是说了吗？那个小宁不是说了吗？那个只要没出现就是有工作嘛。然后我们作为粉丝来说，我们就等着就好了嘛。就是挺好。我看到这个就感觉像家里的两个这个姐姐妹妹也好，或者是弟弟哥哥也好，就在那儿就是剖析他大哥最近干嘛呢？我干嘛关你什么事儿？这不来播了吗？你千万不要认为是你在网上哀嚎，所以我上来直播了。我本来也是打算直播的啊，因为啥呢？最近这个我最近大家也知道回来做歌手了嘛，也不能说最近回来做歌手了，是最近回来认真做歌手了，专职做歌手了。然后呢，我不是说自吹或者怎么样啊，我这人性格就是。我但凡做一件事儿，我不是说一定要给他做好，我希望给他做好。所以呢，包括最近参加那个音乐园计划，包括最近也是做歌手。然后我回来做歌手之后，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这个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我的这个唱功好像需要提高一下了。唱功需要提高一下了，就是我觉得人就是得不断进步嘛。然后我最近也是在磨练一下唱功，然后包括在开演唱会嘛，起码让演唱会的视听效果好一些，包括去做一些节目上的编曲什么的，包括自己的歌，还有在录一些 OST。然后包括那天有朋友还说那个怎么回事啊？澳门演完那么匆匆就回北京了，你不知道你不能在澳门玩2天吗？好像是那种就是爱之深责之切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想说什么呢？就是首先这个东西吧，就是我为什么那么着急赶回北京呢？是因为我要拍商务已经定好了，但具体是什么商务，不是总有人说刘宇宁商务一般吗？我也觉得应该接1个2个了，所以就回北京拍商务，然后我也是很辛苦的。你当我不想在澳门玩2天？我也是想玩2天的啊，但是就没办法，我得回去干活啊，我得回去欠了一堆活得干
所以我想跟大家表达一个东西是，我如果状态好，或者我想直播，我一定会播的。这个你不用，因为可能我的老粉丝一定知道我是喜欢直播的，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工作，或者是一个，虽然它就是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工作，它是一个跟粉丝交流的一个东西，但是它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开心的事儿，是我一个释放。哪怕我上来怼朋友2句，我就觉得我好像跟你们很熟。其实它对于我来说是一件我愿意做的事儿，我能获得快乐的事儿，所以我一定会做的。但反而就是我觉得是不用催我的，你可能也是新粉丝，对我来说不太了解，没关系，慢慢你就了解我了啊。就是我是一个不用粉丝催我卷的人，我会比你想象的更卷啊。所以希望大家以后就是尽量不要让我看到那种好像在督促我干活这种言论啊，你这个不需要啊，我不是那种，我这边第一我不需要你鞭策我，第二我不需要乳追粉。我沿着过去到未来，找回我和你的现在，充实我的心，蔓延成你的烟火海，我依然在这里守着你。就像四野渡爱，为你燃烧的姿态，我烟火海，铁定交代，诺言我不曾更改，宿命解开，为你渡爱，一切为期不放开。有朋友说，昨天你没直播，手里的月饼都不香了。你在那说些啥玩意儿？我是你下酒菜，我是你的下酒。有朋友想听 live， 去我演唱会啊！演唱会去，你不能哐哐在那呼喊免费唱。来一个 live， 现在没开嗓子，我唱2句，唱一个歌吧，唱一个大家不是很熟的一首歌。我先把那个调一下。喂，哈哈，呜啊，嘿嘿嘿嘿，行了。哎，这个效果是我新调的，我也不知道好不好，所以我就那个，我也试一下。我唱一首大家不是很熟的一首歌，然后我自己也录一下，我看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那又花钱调的，就是为了让各位在看我直播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棒的视听效果。太空旷啊，你不懂，你不懂，音乐一开就不会觉得空旷了。特别棒，我还没唱呢就特别棒。有朋友声音小啊，声音好轻，好，那我开大点。现在呢？现在是不是太大了？跟你们聊不了专业的东西，因为我也不懂，所以瞎唱吧。看
举杯消愁愁更愁，伤感知足。看似像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鸳鸯蝴蝶在人间已是蝶。哦，人生有点小。人生有点小，对对，人生有点小，不知道，因为我刚才我把那个把那个开了之后，整个，昨日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我这么唱我觉得不小，那可能就是伴奏大了，是不是？我再试一下，我开到，没事，我再录一点啊，等我试一下。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明朝清风似飘流，看似像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已是蝶，何苦要上青天？不如举杯消愁，愁更愁。明朝清风似飘流，看似像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已是蝶。何苦要上青天？什么破玩意儿？还是这个，所以没事儿，没事儿，我回头再调一调，我还是觉得不太行，因为他这个就得直播试，因为那个我自己平时试的时候我都觉得没问题，但是一直播就。不是混响的问题，就是它整个那个是不太行的，没事儿。他给我压缩压太多了，他整个已经声音已经就是听起来已经不像这么贵的麦克风发出的声音了。我这麦克风很贵的，他已经给我压缩到像一个便宜的设备了。我银子飞了，也不是对，就是那个意思。感觉钱瞎了，钱白花了。有朋友挂咸鱼卖了吧？我算了吧，先。刚买的，我先稀罕几天，然后稀罕，然后再有朋友抽奖送了吧？
我就不抽奖送了。上次抽几张卡片，差点给就是粉丝差点打起来，集体声讨微博，说为什么吞我的评论啊，反而又。确实有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的直播其实是也不是说限制言论啊，就是因为其实好多人正在同时看我直播，每个人打一句哈哈，我上次给你们展示过了吧？如果我这个右面的这个屏幕不限速的话，我会基本看不清所有人的打字的，我是基本看不清你们打字的，然后。所以整场直播是没法交流的他用了一个限速的一个方式，然后让我能基本看清你们的这个打字的一个那个内容。现在是正好了啊，这样我还能跟你们交流。但是你们该打字打字，好不好？该发你的心情发心情，就是咱们意识是连接的，只要你在公屏说话，我都能 get 到。有朋友说为什么改词儿？是鸳鸯蝴蝶梦，为什么改词儿是吧？没有什么深刻的意义，你也不用过度理解，也不用过度解读，因为那个歌，因为新鸳鸯蝴蝶梦这个歌是我从小就听的一首歌从小就听，从小就唱的一首歌，然后小的时候就很喜欢，然后就是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就是看似像鸳鸯蝴蝶。我的小时候的记忆里因为那个时候我非常小的时候就会唱这个歌，所以一直延续到今天30多岁了，我依旧还遗留着当年学这首歌的就是那个思路啊。气氛怎么看，你懂怎么没有，就只有一个字改了只有一个字改了，就是那是小时候的记忆，所以因为这个歌我可以不看词就可以唱起来嘛，刚才不也没有歌词吗？对，但是那是我脑子里的词，没事看似个鸳鸯蝴蝶和看似像鸳鸯蝴蝶，意思不差不了太多我爱的女孩，能让属于我们的舞台。有朋友最近戒断书卷了，什么叫戒断书卷？就是看完一遍了之后，就是觉得心里不舒服，难受其实书卷也给我坑惨了。我不能这么说，我这么说我怕有人断章取义怕有人断章取义，说那个刘宇宁说书卷给他坑惨了，讨厌特别讨厌，书卷真的给我坑惨了。但是这个什么坑惨呢？听我给你细细道来。就是我当然说那个话没什么意义就是因为我已经拍完了，已经播完快1年了都，不半年。因为书卷我知道他在制作上，包括用心程度上，包括剧本的水准上，它是一个什么级别，它是什么一个段位，然后包括我演的那个角色非常好就角色好的程度非常高，所以导致我现在其实看其他本子，我就都会有一种。没有拉踩任何我也没有提任何本子，就是我看到一些本子的时候，我会有一些落差感，我就会，因为就是很正常，大家都一样嘛，都会拿现在看到的东西，比如说我今天吃了一个臭豆腐，我会跟我那个之前吃过的臭豆腐去比一下，我说我之前在长沙吃那个臭豆腐，我今天在北京又吃到了，有没有长沙的好吃呢？你内心一定会有一个比较的嘛。那我看剧本其实也一样。就是会有比较的，一定会有比较的然后
所以有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一些，就是他不给，就说实话，他给我弄的有点飘，他弄的有点飘，就是不是那种飘，就是不是贬义词的飘，是让我对一些东西的这个看法，不能说提高了，而是说可能更加的刁钻了啊，所以他给我坑惨了。让梦照进窗台。也不是和娜姐的合唱哦，对，娜姐合唱了一个歌，叫做大家很熟悉了，主要是那个最近上映的电影叫做《志愿军浴血和平》的一个电影主题曲，然后在片尾，我看很多咱家朋友去看电影，然后完事儿那个在那儿，我把麦克风上，完事儿那个在那儿听到宁哥唱的歌还挺惊喜的啊。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对，大家在这个国庆期间没事的话，也可以去看看这部电影啊，就是好评还是蛮高的，很棒的一部电影，可以去看一看。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我爱你春天蓬勃的秧苗，我爱你秋日金黄的硕果，我爱你轻松气质，我爱你红梅品格，我爱你家乡的甜蔗，好像如此滋润着我的心窝。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我要把最美的歌儿献给你，我的母亲，我的祖国。是，就很好听。当时我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最开始找到我的时候，我其实录这个歌蛮有压力的。为什么？因为第一是跟娜姐合唱嘛，然后因为娜姐的声音是非常有质感的，然后我怕我拖人后腿，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我会有一个先自卑的一个过程，也不是先自卑的一个过程，是先自我怀疑的一个过程。然后我就想说，哎，这首歌应该是要给唱的很正很正，就可能就要把我那种偏美声的那种声音拿出来了，就可能是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可能是这种的，很多颤音，很多共鸣，然后可能我以为是要
搞成这样。结果那个制作人跟我说不要这种的，而且你要减少颤音。它就是一个你要唱的这个感觉是一个当代年轻人，就是对于这份情怀的一个表达，就未必是那种上来就不是这种的。他要的是一个当代年轻人的一个感觉，然后去感受历史，感受这份情感。哎，我当时我就觉得好像我就 get 到很多，于是我就用了一个曲中的一个音色和唱法去把这个歌唱了。我录完之后，我听的时候我自己都会有一些感动啊。其实因为我自己听我自己唱歌，其实相对麻木啊，因为我每天都听到自己的声音。但是我自己当我听到这个歌出来的时候，我都会心里颤一下，我就觉得好，真的还蛮感动的啊，所以特别好啊，所以希望大家也没事可以去看看这部电影啊，叫做志愿军浴血和平啊，可以去看一眼。然后我也每天听你的声音，那不会听够吗？不会听够吗？有朋友说怎么了？刚才脑袋短路了。我跟你说啊，是这样的啊，直播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说，你看我好像坦然自若的坐在这儿，但是其实我说的每一句话是我就是坐在这儿的每一秒钟，我脑袋都是飞速运转的，一定得飞速运转。所以直播其实大家都能直播，但是当然我也不是说我做的多好啊，但是不是什么人都能坚持做的，因为它真的很消耗精力。我坐在这儿，然后要说什么，弹幕在说什么，我要表达什么，怎么样能脑子飞速运转，偶尔卡一下，你们也理解一下啊，也理解，脑袋卡一下也理解一下。朋友们，接下来打个广告啊。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歌曲叫做《毒酒》，也是我的一首新歌，是来自入青云的一个叫做《为爱以爱为结曲》。这名字起得高级啊。所以大家最近如果没什么剧看的话，说剧荒的可以去，一定要看看这个《入青云》，我觉得是不错的啊，我觉得不错的，因为我很对这个项目是很不错的啊，大家可以看一看。直到这爱变成一生的梦，从花园到你心中有爱抵达要多久？而你的泪，我的痛，全都是爱的毒酒。我解不开这绳索，就放手去沉默。爱已淡入后，宁愿与罪放手。有朋友说谁唱的呀，老大？刘宇宁唱的。一个叫刘宇宁的歌手，我还是比较喜欢他的。我不知道各位对他什么，各位有没有在场是他的黑粉的？爱是一种毒酒，让人失措。喝下你的解药。有朋友问刘宇宁是谁，你百度去。啊不，你微博去。你微博搜一下刘宇宁是谁。这着了魔，骗自己爱一次就足够，就算总没有真心没许诺，从星空到你心中有。
有朋友说我随手上了个微博，竟然没想到你在直播，这就是缘分嘛，对吧？我们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能够共同频？就是我上微博的时候，你也刚好上微博；我在直播的时候，你正好进来看我直播了。这种缘分是真的是，都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万年才能修得你来看我直播。真的，这缘分已经修了万年了。此时此刻，各位在看我直播的，咱都有1万年的这种缘分，可能咱们就是几生几世都是那种好朋友、铁哥们儿、家人、老弟老妹儿，就这种的。真的，1万年才换得一次回眸。Baby， 大要多久？而你给我的温柔全都是爱的毒酒，我喝下了我的痛，是换你的自由。爱一有朋友我也感觉到，可不是吗？我也能感觉到，所以你们看我有没有那种就是认识了1万年的感觉？咱们都妖精啊，咱都修炼了1万年了都。的拥有，宁愿与罪放手，在深渊背后挣扎许久，我想问天空，让这一生。咱家粉丝其实我想说99%都非常好，非常理智。就是我会有一些很骄傲、很感动的很骄傲、感动的。然后当然也感谢这些我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我看到一些粉丝非常不理智的时候，我就特别感叹，就是我怎么就遭了这么一帮好人？这不是这个，其实不是说吹捧你们或什么怎么样，就是我会有这种感觉，还挺开心、挺幸福的。因为有一天我就前几天嘛，前天我去那个赶飞机，然后呢，就遇到一件特别恐怖的事情。我赶飞机嘛，那天也是一大早，你想想那天是我大概是6点半出门，然后去机场。我基本一夜没睡，因为我前一天是那个啥嘛，前一天是那个工作嘛，然后早上6点半要去机场，我基本没睡，睡了1-2个小时，然后我就要赶下一个城。我其实就是那天就飞澳门那天，然后我就开车去机场嘛，然后带走的是那个 VIP 通道嘛，然后到那个 VIP 门口，突然从角落里冲出2个女生，举着手机把我前面那辆车拦住了。我前面那辆车坐的是安保，然后呢，我没看到啊，我就说前面怎么停车了，然后我就没管，我就继续往前开。刚一开，结果这2个女生直接跑到我这辆车前面，拿着手机这样，直接趴在直接，我突然一个急刹车嘛，急刹车之后，那个我就当时因为我早上6点基本没睡觉，我就懵了，我就晃了一下，给我晃醒了，给我晃精神了。我咋急刹车是出事故了还是咋了？结果看那个机盖前面2个女生拿手机这样，面无表情这样就是趴在机盖那个车前机盖上这样往里拍。我当时懵了。然后过了一会儿，这2个女生就走了，我就进去了，给我吓一跳。我说这咋了？这咋了？这咋太疯狂了？这个你不怕死，我还怕担责任呢。你说你一个司机，你说一脚油没刹住，直接给你撵过去了，你说这算谁的？啊！别因为给你撞了，给我拉下水了，你属于纯碰瓷儿了。然后呢，我就进去了。进去之后，那个我那个司机啊，就停在那儿说啊，这是粉丝吗？司机也不知道，司机估计没见识过。然后我说
我就过了大概3秒的脑子，我说这大概率不是我粉丝，这大概率不是我粉丝。后来就是经过验证，确实不是咱家人。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自信，我说这绝对不是我家粉丝。我家粉丝基本没有这样的，我也没碰到过这样的，因为肯定不是真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只犹豫了3秒，我就在想，我说这个肯定不是我的粉丝，估计是拍错了。结果回头一验证，确实不是咱家粉丝啊，否则他就不会让开了，他会一直拍。因为他拍完之后临走说了一句啊不是，说了3个字啊不是，被那个安保，被副驾那个安保听到了。他说那个，他说宁哥不是啊，刚才他说了，他说拍错了。我说啊，你看我就说不是咱家粉丝吧，啊不是拍错了。这盔甲总是为你破碎又如何？命运从但是这事我后怕的是什么呢？你说如果是我家粉丝，你说给你撞了刮了，我担点责任也可以，你都不是，我招谁惹谁了？这永远是飞来横祸呀！啊，你说再被人发到网上，或者他自己发到网上，说我被某某某艺人的车撞了，他借我不停车，他们就是危险驾驶。所以就是，当然我也奉劝在场的每一位啊，可能在场也有不是我们家粉丝的，希望各位理智追星啊，文明出行，理智追星，好不好？谢谢各位了。来没有错，太阳也终将会坠落，我拼命抵抗所有的荒谬。有朋友说那是他自找的，跟你没关系。你说的没错啊，那我们正常行驶，他往车上撞，但是我要说但是啊，比如说真的说哪个艺人给一个女孩，哪怕他自己冲上去给撞了坏了，你会不会被拉出来审判？这个某一个艺人，就是打个比方，这个某一个艺人，这个人名会发展谁谁谁的粉丝，他家追星的时候，那个不小心撞到了，就会引发一些社会舆论，而且一堆路人，所谓的路人啊，这个路人可能是真的路人，但是就是那种有点刻薄的路人啊，他就说。这帮追星的不都脑残吗？这不纯精神病吗？哎呀妈，这是哪个偶像他有什么可喜欢的？他唱歌好还是长得帅啊？我都不认识。我跟你说，真有这样的评论，这是大家的那个一个很多人的一个心态。就包括你看你们咱家粉丝肯定也见过这种人，什么人呢？比如说在机场有一些那个。打个比方，一个艺人走在机场，然后有一些他的粉丝也好，代拍也罢，在那拍他。总有你会经常在一些镜头里听到一些大老爷们儿啊，一些大老爷们儿说：“谁明星啊？谁明星啊？我看看来，我看看明星长什么样来。就你明星啊？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儿？哎，你们见没见过这种的？”你见没有？就这都这样的，就太真实了，就这种了。因为我遇到过很多次，我之前就在机场遇到就是我记忆比较深的一次啊。为什么那次记得比较深呢？因为我当时就给我憋坏了，就因为我是艺人，我告诉你。我纯是因为我是艺人，否则我真的去怼他。我如果真的跟他怼起来的话，我估计我又要被骂了。我记得我为什么那个事儿其实已经过去2-3年了，我到今天依然记得那个男人的嘴脸。我有一次走在机场，咱家朋友就过来拍我，啪啪，宁哥。当时咱家朋友没有这么的尖叫啊，没有那种啊宁哥，就是那种。
就是很激动。你从他的面部表情能看出来，咱家这帮朋友很激动，就是那种也不是说恨不得吃了你，就是那种。就是很激动，你能感觉到的这个就是因为我平时也演戏嘛，能感觉他的心理节奏很快，很激动，呼吸都急促了。然后呢就拍我，结果边上就有个男的讲：“哎，是谁？啊？那谁？哎，你口罩摘了我看看来。”然后咱家有一帮就是那种就是也不说社会的妹妹吧，咱家有一帮粉丝就是那种的，还这样，比如说后面叫他讲，回头瞥，给人翻白眼瞥人家。我在那看的，我就觉得老可爱了。我说你瞥人家干嘛？然后还有咱家粉丝劝我呢。还有粉丝劝我呢，呀，宁哥别搭理他，宁哥别搭理他。但是咱家现场有男粉，当然我说的不是那一次啊，但还有一次也是这样的，但是咱家现场有个男粉，咱家那个男粉更社会。我忘了他是骂了一句脏话还是说什么，就那意思，就是你他妈。就是不是我那个意思，表达他那个男粉的意思啊，那个男粉的意思就是你再给我多嘴，我就过去揍你。当时那个男粉我记忆很深刻，本来我心里很有气，但是结果那个男粉嗷一嗓子，就是意思你再给我说一句，我就过去打你，你信吗？就是这种的。然后结果我当时我就觉得别，我瞬间气儿消了，因为有人替我出气了。对，那天那一次我还记忆挺深的啊，这火力真是猛啊，真是猛，小伙儿。然后我说那一次记忆犹新，那一次是啥呢？那一次是那个男的也是那种的，哎，谁？怎么郭德纲啊？没，但我想说，我对郭老师没有任何的这个不尊重啊，就是他当时就是喊我这谁？郭德纲啊，就是喊，我当时我脑袋转多快，朋友们，我接话能力，我就是话不能让他掉地下，我特别想回去，我说怎么了，郭麒麟，有事吗？郭麒麟，我当时特别想回一句，但我忍住了。你不给我欠儿吗？我也认错了。我跟你说，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不敢，就给我憋坏了。到今天我都想回那个男的一句，我每做梦中惊醒，都想喊一句这个话。这深空到你心中有泪滴答，要多久？所以朋友们，你们在现实当中，我想跟大家说一句啊，你跟人吵架，你千万。你要话赶趟，否则你真容易当天没吵过，回家躺在床上后悔。我的温柔全都是爱的毒酒，我喝下了我的痛，去换你的自由。就觉得没发挥好。那天我就到今天我都越想越气。这个倒霉蛋儿！我不是艺人，我怼死你！爱一旦拥有，宁愿一次放手。在窝囊和生气当中，我选择了生窝囊气，有点这个感觉。在窝囊和生气当中，我选择了生窝囊气。
我隔壁好像打起来了。我去！这样，朋友们，你们等我一下，我给你们放个 VCR，然后那个你们等我一下，我去看一眼。我天哪！等一下，我放个 VCR， 朋友们啊。很久很久以前，流浪的人心中自由。他说有路就是漂泊，伟大不都来自平庸。很久很久以后，总该要留下些什么。经过一番爱不释手，勾勒一幅名叫寂寞，在夜空。星星在点头，月亮跟着走，原谅这世界的冷漠，遗憾终究化成默，失落写成歌，让我有勇气泪流。星星在点头，月亮跟我走，原谅这世界的温柔，每分每秒前的我，感动或伤痛，值得最真的笑容，报以珍重。失落，总归好过假装快乐。经过一番爱不释手，勾勒一幅名叫寂寞，在夜空。于是星星在点头，月亮跟我走，原谅这世界的冷漠，遗憾终究化成梦，失落写成歌，让我有勇气泪流。星星在点头，月亮跟我走，原谅这世界的温柔，每分每秒前的我，感动或伤痛，值得最真的笑容，报以珍重。星星在点头，月亮跟着走，原谅这世界的冷漠，遗憾终究化成梦，失落写成歌，让我有勇气泪流。星星在点头，月亮跟我走，原谅这世界的温柔，每分每秒前的我，感动或伤痛，值得最真的笑容，报以珍重。
是结束就散场吗？摘下面具，你累了吗？聚光灯下交错的幻影，偶尔难辨真假。遗憾高高低低，需要更多勇气。梦想有多近就多遥不可及。我知道你也会不安犹豫，别担心，来得及。去体验，去体谅无名之辈的迷茫，相信启程就会到达想去的远方，去感受，去放下，去触摸无边的想象，走过了岁月，成为自己的榜样。谁不是一生的上将，在山巅眺望？谁不是穿过流言，换来欣赏目光？谁不是跌跌撞撞？回来了，朋友们啊，没打起来，没打起来，隔壁没打起来，没打起来，那边在那看入青云呢。今天怎么没戴帽子？你管我戴没戴帽子干嘛？不戴帽子不好看。有朋友直接给我答案了，说你咋不戴帽子？我说不戴帽子咋了？他说因为你不戴帽子不好看呐。就是我为什么不戴帽子？因为我戴帽子就特别的那种就是霸总。我一戴帽子非常的霸总，但我不戴帽子今天就纯奶狗。哎，你就是你，因为你不能就一成不变，你在你这些观众朋友面前，你得有一个就是时常给大家新鲜感。我为什么不戴帽子？今天纯奶狗 cosplay 小奶狗啊！刚刚有朋友说宁哥你这个发型跟顺产头似的，我不想接你话，你在那儿没完没了的都。祝福你眼中有海，倒映星河漫长。祝福你卸下盔甲，拥抱人间沧桑。祝福你千帆过尽，海誓山。只有因为什么呢？我为什么今天没戴帽子呢？因为我看到很多评论啊，咱家有一些朋友说什么呢？说，哎呀，特别喜欢这个小宁这个私底下的样子，特别喜欢小宁私底下的样子，就感觉很真实。你的意思我上了台之后很虚伪是吧？人模狗样的。当然也有了，得装一装啊，包括上节目啥的得稍微装一装啊，就不能再像直播间这种一样。就像你上班见到你领导的时候，你也得人模狗样的，对吧？你不当然这个人模狗样不是贬义词，就是你也得稍微正经一点啊，见了老板啊，见了领导什么的。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上台的时候，面对观众的时候，观众也就是我的这些老板领导，所以我也得稍微人模狗样的。但是我在直播间的时候，我来的都是朋友啊，要不就是一些陌生人，我更不用在乎陌生人的感觉，自己的朋友更可以放松。所以就是直播的时候可能就会稍微放松一些。去体谅无名之辈的迷茫，相信启程就会到达想去的远。有朋友说宁哥你为什么喜欢穿这种中山装？也不是中山装了，大家其实有这个跟大家揭秘一下啊。我为什么喜欢穿这种领的呢？就是我一般都喜欢穿这种领，这种稍微矮一点的领，或者是西装。大家会很少看到我穿什么呢？很少看到我穿那种
夹克。你们有没有一种感觉？你们很少能看到我穿夹克，就是这种就是一个外套，这还是尖尖领的。你们可以去看我以往所有的这些上节目的，很少穿夹克。我说的这个夹克不是说皮夹克或者是什么夹克，很少我会穿这种有点像衬衣领这种的外套，我很少穿。我可以穿，我穿衬衣比较多，但是衬衣领的外套基本不穿。你可以去搜我所有的视频，大部分都不会穿，因为为什么？我每次只要穿上那个夹克之后，我就觉得我好憨，特别憨。我几度不相信这个事实，因为我的这些粉丝总夸我说宁哥是那个超模啊。宁哥超模身材，我们有自己的法拉利，都是的，都跟我玩这，我说我是法拉利什么玩意儿的啊，都说宁哥有自己，我们有自己，我宁哥超模啊，嘎嘎法拉利啊，就是这种的。然后呢，我也信了，朋友们，因为你们一直这么给我洗脑，我信了，我容易就是虽然是谎言听多了，你真容易相信，我现在就有点信了。我就感觉自己是超模啊，超级摩登兄弟的超模啊，我就觉得这个我是超模。于是呢，我对穿衣这块现在有一些小小的要求了，但是我几度我就觉得我是超模，我穿什么都好看。于是我上街买衣服的时候，我喜欢逛街，大家都知道喜欢买衣服，就因为我要给自己准备一些综艺的衣服或者怎么样的，然后我就去买几次不信邪就买那种衬衫领那种衣服，但每次买到家之后，我会发现，我只有买的那一刻我有自信，等我回家挂到家里的时候，等我穿上那一刻，每次都说今天穿什么，穿这个，穿上之后立刻脱下，再也不会碰它。是脖子太长吗？不是，可能因为脖子短啊。你看我很少穿棒球服，就是我也不穿啊。你们去感受，去放下，去触摸无边的想象。以后老大穿一个给我们看看。想象不出来，我们看看。不是，就是没有。他听到走廊有声音，他就疯狂叫。他现在跟个看门狗似的。有朋友说想象不出来，我看看。行，满足你们这样。我去找一件儿。哎，我还真不知道衣服在哪儿，因为衣服有点多。换一件是吧？也这样，朋友们，你们先记住我现在穿这种稍微中式一点这种衣服的一个感觉，你们先记住了，就是看起来很舒服，对不对？看起来很舒服，就是也不是说很舒服，就是感觉是我的风格就是还得配个这种 BGM 啊，配个这种 BGM。哎，等一下，一时之间不知道找到什么 BGM 了，随便找一个。
目即成空。是非对错有人自共同。哎，记住这个风改。接下来我去找一件我觉得我穿完之后憨憨的衣服。当然你相信我，我绝对不会刻意的去找憨的衣服，因为没必要。因为我买的衣服，我的审美基本不会特别丑，但是就是让你看看区别。你们等我一下啊。我找一件，我就不太能想起来。像是天地万物为刍狗，要死的故事不还手，谁能什么的勇气？只是片刻间，不再是我。就算道路继续去向巍峨，迎风呼啸的是我。我心生大梦，有翻过破晓的刺痛，第一眼接吻我歌颂，抓住动摇目即成空。是非对错第一不同，一心要过百遭遇滔滔江水，叹众生怒。天生我材流言蜚燃烧我，他们是我种下的苦果，敢爱的人总怕被海吞没，命运一边撕扯一边锻造我，所以昙花也扫雪也凉薄，固执着磐石也能修成佛，命运的人总被心乱折磨，天地间岁月蹉跎，叹众生奈何。战斗，闭眼口身烟雨后，生死最后天长地久，烈火烧不尽愧疚。让我初心求放弃，看好当天地，越顽固的叹息，越离奇为敌。阴险破天，羽化问仙，覆海入深。立在天。就算魂飞魄散，赴汤蹈火，周而复始踏山河。眼神都呆滞了，有没有？你会觉得和现在这个 BGM 都不是很配，有没有感觉？感觉学习会好，是不是？感觉就是学习会好。老师好。就是不行，这就是我有这么多选择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穿一个看起来让我自己憨憨的、土的一个东西呢？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身上就有这种神奇的魔力，
可能跟眼睛大小有关系。小眼睛可能穿这种衣服就是有点尴尬因为这种衣服显得不，就是你需要一个非常帅气的长相才能撑起这种衣服。不知道，反正你就感觉跟你不是，你就不用说刻意的，就是有粉丝滤镜什么，你就我现在穿这个衣服和刚才我穿那套白的衣服，你其实会不会感觉到是有一种明显的气场上的差别和一种感觉上的差别呢？会不会有？一定有的。就是气质不一样了。有朋友说真奶狗了，也不是，就是很小里小气的，而且有点，我穿这种东西就是有点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肯定是有差别的啊。不行了，我得换，我得换回来了。有朋友。扣子开一个跟扣子没关系，我扣子也开的，就是也该狂野的这种尺度也有，也是看起来是狂野的，但这种领就是穿完之后就是憨憨的，就是这种的。是不是马上感觉就不一样了？不是说多帅，跟帅和好看没关系，就是你整个感觉就是不一样了。你是不是有那种感觉？就是你也说不清区别在哪儿，但一下感觉就不一样了。不是跟帅气好看这是没有任何关系，就是气质，它一整个气质就是马上这个感觉就是不一样。刚才穿那个感觉憨憨的，刚才是有朋友说像高中生，那就是您过奖了。不跟有朋友说肩变宽了，跟那个也没关系，是什么呢？你看打个比方，你看我现在拿咖啡，我看了自己的胳膊都觉得自己的胳膊充满了肌肉线条，不知道为什么。但其实没有什么肌肉，但是就是这种感觉，你看。喝咖啡必须要把这个肘都得抬起来，比如说你要这么喝咖啡，就很傻。但是如果你看穿完这个衣服，你感觉你喝咖啡都得这么喝。你看，今天这个豆子味道不错。它应该是因为这个豆子喝下去之后，嘴里有一种淡淡的果香。它这种果香呢，就是有那种最开始有一种那种玫瑰的那种香气，然后到了尾巴的时候，会有一些百香果的感觉。这个咖啡这个豆子这批豆子不错。这批豆子是我那个在拍卖会上刚拍回来的，所以今天我也尝一尝，能哪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混水果味儿是吗？可能
抽奖送我一些豆豆，你，Demi，你别给我电线给我怪断了啊！主理人这个梗你知道吗？我当然知道啊，看了咖啡店主理人，其实我觉得，不知道，不评价。但是我确实很喜欢今天我刚拍到的这个豆子。戴米说工作7天累了。也不能换白色，你玩奇迹暖暖呢？你能控制面前这个主播就是这个给你穿什么衣服？你玩的该不会是那种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就是那种恋爱游戏，里面那种男角色的声音都非常好听。我的天哪，今天我们去吃点什么呢？你为什么会跟他在一起？是那种的吗？啊！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我说宁哥，你换衣服也太快了吧！演唱会练出来的，演唱会真的是紧赶慢赶的啊！台下给你们换衣服，紧赶慢赶的啊！演唱会练的。当天空的云波流向我，竟是我看人艺人都在这个巴黎在那儿时装周呢。你宁哥就是在我的直播间，在自己的直播间里时装周了，自己换3套衣服。咱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咱走的路线就跟别人巴巴在时装周这拍照呢，各种美的照片，然后在那比美比时尚呢。我嘎嘎在直播间里给你们直接直播时装秀。的魂魄直到软弱，你便只好的望我看不破，直到这爱变成一生的梦。曾谎言到你心中有爱抵达，要多久？而你的泪，我的痛，全都是爱的。有朋友说你咋不去？咖啡不行，那你能怎么解释？咖啡不行，人家品牌看不上。
牌看不上我们。就放手去沉默，爱一旦入喉，宁愿与随放手。没有，是因为算了，没必要去说这些，因为我是一个不太喜欢拍照的人啊，我特别不喜欢拍照啊，我跟赌神似的。这梗好像很多朋友不太知道，赌神。之前你们看没看过那个香港电影《赌神》，周润发演的那个啊，周润发老师演的那个。然后就是赌神有个特点，就是不爱拍照，在这个江湖上没人拍过他的照片，唯一留有的照片是一张背影。啊，我跟赌神似的，我就特别不爱拍照，而且我觉得站在，就是我个人认为，因为我拍照是获得不了快乐的，因为拍什么都丑，拍一张觉得就是给我删掉。拍就是也很多艺人，因为我知道很多艺人拍完他有成就感，因为他真的很美，真的很帅啊。他拍完之后他就是好看，我拍完之后我就觉得怎么看都丑，所以我不喜欢做这种被人拍照这种事儿啊，因为我就是我获得不了成就感。确实是因为个人长得有点丑，个人原因，所以有点丑陋，所以就不太喜欢拍照。也我觉得去了，而且去了那边还要跟人去交流什么的，这个是我不太擅长，因为我社恐。我这人比较社恐，就去国外还得跟人品牌说话什么的。Hello,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哎，你 have a nice day。我说我就来不了，就是我很社恐啊，我就看到他们我就害怕。千万别跟我说话。我这个人纯社恐啊。自信一点，我这人就是缺乏自信。我这人特别缺乏自信。有朋友说你上热搜了，别在那胡说八道。不可能，我没有资格上热搜，我不信我能拥有上热搜的资格。朋友们，我来看一眼。爱是一种毒酒，让人失措。喝下你的解药，这着了魔，骗自己。上了一个热搜19。我看里边有说啥的啊。刘宇宁直播太精彩了，满满的干货和惊喜，快来一起追直播吧。有什么干货？我在这有什么换装，就是人搭配服装的教学。朋友们，接下来我这段直播是满满的干货，我没有干货，纯水货。啊，就是我的直播没有任何干货，就是纯就是闲聊。这个朋友说，哎呀，这朋友说，国庆假期终于等到宁哥的纸币了。他说终于等到宁哥的纸币了。纸币这两个字是哪个纸币啊？就是硬币的一种是纸币，一种是硬币。终于等到宁哥的纸币了，是直播不是纸币。佳敏啊，过来，来，给你个大飞脚，过来，来打你来，过来打你。行了。有朋友说戴米今晚怎么了？他不是今晚，他每天都这样。刘宇宁这朋友说刘宇玲，
一个王字旁加个令牌的令，刘雨玲直播换了3套衣服，堪比巴黎时装周。你们打字的时候能不能就是有点文化水平？我学厨师职高毕业的，我也不能这么打错别字啊！你们一个个都大学生了，你得好好。终于看到宁哥终于纸币了，我感觉我感觉我要止步于此了。刘雨玲还有。这个朋友说，哥不是不爱拍照，也不是讨厌拍照，他是缺一个实力够硬、专业够顶的摄影师啊。你就是属于那种考试考不好赖铅笔一般，你这种总能从别人身上得那个什么得借口，你自己你考试考了0分，你说人铅笔不好使。你说你在答那个你写这个数字6的时候，感觉那个6写的不是特别圆，跟人摄影师有毛关系？你就是长得好，你就是好看，你拿苹果前置都给你拍的很好看，这个朋友说，演唱会台下换装，他说的是给你们换衣服，好喜欢这种口吻，想起他以前说的给你们买零食，谁懂？真的好家长感啊！你内心世界有过于丰富了，你内心世界过于丰富了。当然，我觉得这里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听到这种评论，看到这种评论，我该开心还是该难过？不是，也难过倒不至于，就是怪怪的。什么家长感？你别给我套近乎。我不是你家长，我最多称得上是你朋友、家人。爱一次就足够，就算从没有真心被许诺，从星空到你心。这朋友说，哈哈哈哈，开工前来直播，宁哥真好人呐。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宁哥时装周正在热烈举办。我不能看太多这种东西。我看这抽象的东西，我给我干疯了，有点。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抽象的人，而且我是怎么呢？我是从这个茫茫海洋当中吸收很多的这个知识啊，吸收很多的知识。我不能吸收太多这种，不能说是负能量吧，这种就是神经能量。终有泪滴答，要多久？而你给我的温柔全都是爱的毒酒，我喝下了我的痛，只换你的自由。爱一旦拥有，宁愿。我说宁哥换手机了吗？啥意思？我换完手机，旧的手机，宁哥换新手机了，那旧的怎么办？旧的手机，直播间抽奖送给粉丝。我就不了，我旧的手机我就挂闲鱼上卖了。啊。我想问天空，让这一生盔甲总是为你破碎又如何？命运从来没有错，太阳也终将会坠落。我拼命抵抗所有的谎。有朋友说我要你的旧手机，你预约有点晚了。因为昨天晚上我妈跟我预约了，
你觉得我跟我妈关系近，还是跟你稍微近一点？你自己去评价一下。你考虑考虑。有朋友说宁哥你热搜2了，胡说八道吧？你是不是在那胡说八道？我咋不信呢？朋友，我想说，你看热搜不能看那个啥，不能看左数第一个叫做我的，你要看的是热搜2个字或者是文娱2个字，你不能点我的。什么叫我的？我的这个意思就是你关注的东西，他会推举给你。我在我的热搜里边都才排第2，就说明你对我也没那么重视。你看热搜得点热搜，不能点我的。从星空到你心中用泪滴答，要多久？而你给我的温柔全都是爱的毒。有朋友，宁哥，你的壁纸是什么？你的手机壁纸是什么？一看就是新粉丝。当然也不是那个瞧不上新粉丝啊，只是说你问出这样的问题，就说明你其实没有特别关注我。像我这么自恋的人，我的屏保一定是我自己的照片啊。大头这个，我自己的照片，而且这张壁纸为什么到今天都没换？我之前讲过呀。我有一期那个直播，我讲了为什么我这个壁纸用了3年没敢换。我现在说句实话，我也常常后悔，也不是常常后悔，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再讲一遍，求你了，没有什么再讲一遍的，没有什么再讲一遍的，就是我那个故事上一次讲的比较绘声绘色，这一次就简单讲一下为什么是这个壁纸，我也不敢换。为什么呢，朋友们？这我简单讲一讲，咱们就长话短说，好不好？但是说来话长。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有朋友帅哥往中间坐一点，好的美女啊。我之前讲花钱买的吗？不是，你看还是有朋友们，你们很多朋友知道是什么故事的，你们就是凑合再听一遍，因为我发现了现场真的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这张壁纸我换不了，他们错过了我那场直播，可能他们考古的时候也没考到那一场啊，考的不够熟，好不好？给大家讲一下啊，这张壁纸呢，朋友们是这样的啊，这张壁纸是一个卡通版的我，然后这个下面左下角右下角是戴米啊，没考到是吧？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这个壁纸不敢换，是这样的，因为我算出道比较晚的，然后呢，就是我在平时就是也看别人嘛，别的艺人嘛，很多艺人家就有那种特别有才华那种的，比如像会画画的，会剪视频的。这种产出的，他们都管这种叫产出大大。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也想就是那个时候，我也想拥有。我就觉得，作为一个艺人，有人给他画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很棒，我也想拥有。于是呢，我就在直播的时候说，我也想拥有这种东西。就发现有很多朋友们自发的去给我画了好多。
于是有一天呢，我就是闲来无事，我就想看看这些朋友给我画的好不好看，帅不帅气。我看到很多画的很帅气很好看的，于是呢我就给他们算是那种在超话里边那种所谓的空降嘛，给他们留言，我说画的真棒，画的真好。结果咱家有一个就是一个给我画画的一个朋友，他平时是呢给我画了很多，但是我没有给他留言，然后他就戏多了，不是他就那种心里有点不开心了，但是那种不开心呢又不敢释放出来，但是就是不敢释放出来呢还要发微博，就是这个可以统称为叫做4个字，阴阳怪气儿。这4个字可以统称为就是阴阳怪气儿。于是他就发了一条微博说，画 Q 版的没前途啊。因为当时我评论的都是什么呢？都是那种就是有点像漫画风那种的，或者是那种日漫啊，或者是那个国漫啊，或者是那种动漫那种的那种风格的。他是画 Q 版的。然后呢，当时我就看到了，我就特别怕失去这位朋友，我当时就给他回了一句，我说前途无量。他说画 Q 版没有前途吗？我说前途无量，给他留了一句，他就很开心嘛。于是呢，有一次我就莫名其妙的在网上就看到了这张照片，也不是莫名其妙看到的，是我看到朋友发的，我就觉得很好看。我说实话，其实我那个时候不知道是他画的，就是我觉得这个画很可爱，因为有我也有戴米，然后我也没有那么的，如果我真的放一张我的帅照上面被别人看到，觉得会说我自恋。我这种放 Q 版的自己就有一种隐形的自恋，就是你说不到我是自恋，但是我放的 Q 版的不是说我帅气，我只是说我喜欢这种风格的画。结果呢，朋友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这已经是我2-3年前的造型了，但我一直没敢换，为什么？就是因为我平时也会出行嘛，有些人会给我代拍，什么拍来拍去的，我怕他拍到这个我的这张桌面换了，桌面换了之后，这位阴阳怪气的朋友，我虽然他已经粉了我好多年了，但我相信他依旧，我觉得他应该也没有什么成长。我怕他又阴阳怪气，或者是心灵脆弱，就是那种，我怕他到时候发一条微博说，画 Q 版的感情终究只能维持6年，就之类的啊。我怕他脱粉了，所以我到今天没敢换。你看看我对一个粉丝，其中一个粉丝多么的重视，我怕他就用过来阴阳怪气儿，所以朋友们，我对粉丝很重视啊，所以为什么到今天这个漫画这个屏保一直没换，就这原因啊。很多新粉听懂了吗？粉丝很脆弱的，尤其这种就是搞艺术和这种爱画画、爱艺术、爱美术这种人，就其实他们是很敏感的人。天空的云魄流下。有朋友说，那绣十字绣的人是不是也很脆弱？是，喜欢绣十字绣的人就会也很脆弱，也很敏感。你看看，我都连一张壁纸我都能细心到这个程度，你想想我得多么的细心，多么的敏感，心灵上多么的敏感。竟是我的魂魄直到软弱，你便只好的望我看不破。有朋友学书法的怎么办？学书法的人呢，我觉得是很棒的啊，不然我能说什么呢？有朋友说跳皮筋的人怎么办？跳皮筋的人也是很棒的。
学钢琴的呢？学钢琴的人也是非常的 nice 的。直到这爱变成有朋友说，那你为啥不换头像呢？你们要一层一层扒开我的这个内心最脆弱的地方吗？我微博头像都不换，你们为什么要这样一次次的？就是那种你们的这种就是那种窥私心理，能不能稍微的弱一点？不要一层一层剥开我的心，好不好？能不能行？有朋友说问到点子上，有个屁点子。有朋友说关他什么事儿？没事儿，但是这种问题我是能回答的，因为我这人吧，总有人说看我盘串，说宁哥你是不是那个啥啊？有什么信仰啊？我说我没有，我就是纯盘串，我就是为了好看好玩，我解压，我其实没啥信仰啊。但问题我这人有点迷信，我这人有朋友说念旧，不是念旧，纯迷信。因为说句实话啊，我跟你们说的都是实话。朋友们，我跟你说一个点东西啊，朋友们，我跟你讲，没有艺人会跟你讲这么透彻的。为什么不换头像？没有艺人会把这个心里话说出来的。我跟你讲，做艺人这件事其实算点什么呢？朋友们，算偏门。他有点算偏门。虽然我们都是依老本事的工作，但大家都在依老本事的工作。有的人能成功，有的人不能成功，是为啥？这玩意儿还是得看点命的东西。哎，这是真的。所以朋友们，我为什么头像始终不换？我怕我换完之后没工作了，特别怕。我在北京，包括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我为什么住了这么多年的，就是马桶前2天马桶都坏了，我都不换房子，因为他们都说这房子风水好。我一想，确实是。我一想，确实是。说马桶风水好，说这个房子风水好。我当时换马桶，我是在犹豫，我说这马桶换了会不会导致我这风水不好了？于是呢，我就是犹豫了1周啊。后来我说，因为那马桶确实是用不太了了，我说要不换了吧？换完之后会不会影响这个房子的风水啊？结果换完之后，我又接了一个 OST， 我就放心了。就是又来活了，这样就验证了我这个马桶换完会不会影响我的风水，我的这个命数，是这样的。所以我可能说这个东西有点过于夸张了，但是为什么不换头像？因为那个头像啊很旺我，那个头像很旺我，所以旺我的东西我基本都不换，是真的。谎言到你心中用爱抵达要多久？而你的泪，我的痛，全都是爱的毒酒。我解不开这绳索。我说把马桶供起来。有朋友说感谢你的坦诚。你采访你是记者呀？你是记者呀？我就发现有些人真的是拿自己当回事儿。他刚才朋友们，你们看没看他的说的话？说感谢你的坦诚，我就隔着屏幕都感觉到他的那种傲慢。他感觉我都感觉他坐在那个姿势都是这样的。感谢你的坦诚。你是不是就是这副嘴脸？放手去沉默，爱一旦入口，宁愿与罪放手。有朋友说你的马桶挂闲鱼上卖了吧，我就不卖了，我算了吧。我马桶抽奖送了，有朋友说。
是一种毒酒，让人失措。我一直在纠结，我今天为啥没戴帽子？那我就戴一下吧。我戴一下吧，正好你们等一下，我上个卫生间去。我上个卫生间给你们放一个VCR。我没理由伤悲，你爱的那么纯粹，都是我自以为弄错了想追寻的防备。忘记你离开有多久，有没有人会为你停留？和你在一起，世界是鲜艳的色彩。他们说我好了起来，怎么我世界变得黑白？珍藏的照片舍不得删掉，时间和地点都已经模糊掉。离开原来没更好，怎么会变得那么糟糕？你看我的眼神好像又失落了几分，是不是没变成和你想象中一样的人？我知道怎么挽留，你还是会松手，只有我念旧。你看我的眼神怎么又失落了几分？是不是没变成和你想象中一样的人？可一开始是你说的，我是你眼里的星辰。忘记你离开有多久，有没有人会为你停留？和你在一起，世界是鲜艳的色彩。他们说我好了起来，怎么我世界变得黑白？珍藏的照片舍不得删掉，时间和地点都已经模糊掉。我以为我会忘掉，怎么会变得那么糟糕？你看我的眼神好像又失落了几分，是不是没变成和你想象中一样的人？我知道怎么挽留，你还是会松手，只有我念旧。你看我的眼神怎么又失落了几分？是不是没变成和你想象中一样的人？可一开始是你说的，我是你眼里的星辰。我不爱无聊人间，只偏爱你眉眼。当天空的云魄流向我，侵蚀我的魂魄，直到软弱，你便只好换了个帽子。
满意吗，朋友们？不咋满意啊，不咋满意，你给我受着，就说明这个世界上不会所有的事儿都会让你满意。哎，不是所有的事儿都会照你想的方向发展，懂吗？提前让你在我直播间就感受到这个社会上的一些东西。啊，你做任何事儿都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你又不是人民币，谁都喜欢，谁都满意，哪怕你是人民币，还有视金钱如粪土的人呢。所以就是让你不能太满意啊，经历挫折。好的网我看不破，直到这爱变成一生的梦。似谎言到你心中用泪抵达，要多久？而你的泪，我的痛，全都是爱的毒酒。我解不开这绳索，就放手去沉默。爱一旦入口，宁愿与罪放手。有朋友说好羡慕换马桶的师傅去你家。你很吓人。爱是一种毒酒，让人失措。喝下你的解药，这着了魔。骗自己爱一次就足够，就算从没有真心被许诺。有朋友说老大你将门毒后演不演？咱家自己粉丝问这么尖锐的问题，老大你将门毒后你演不演？这么明牌吗？我800年前就说了，我说我没接到过剧本，到今天更新到2025年10月7号，我也没接到过剧本，明不明白？而你给我的温柔全都是爱的毒酒，我喝下了我的痛，只换你的自由。爱一旦拥有，宁愿与罪放手。在深渊背后，有朋友行，那个我给你艾特导演，不用，就我最近开演唱会，我没时间啊。没有，当然人家也没就不，咱别，就是我刚刚提这个不是蹭人热度啊，是因为最近我也看到了，总有人传我反复因为传了我来侮辱我，所以我觉得有必要简单说一下，我没接，我也没这个资格去演，所以我就算了啊。而且哪怕我就说打比方啊，哪怕这个那个就是。但是我不是说他不好或怎么样，只是说最近我是回应一些传我去演的这些事儿，然后我被骂的这个回应是什么呢？就是我已经在网上说了我不演了，所以我后面就算朋友们啊，就是我当然不是给片方听的啊，我就算给了我也因为我不能打我自己的脸，就不去了，所以你们别去给我艾特导演干这种丢人不拉的事儿啊。挣扎许久，我想问天空，让
这一身盔甲总是为你。有朋友说，人家总拿你溜饼，真坏。这些人 no， 我跟你说，你想事儿，朋友们，你想事儿，你得分几个角度。人家还能拿你刘宇宁溜饼，说明你还有价值，说明你还有价值。哪怕叫路人吐槽的欲望，这都是价值。你在这个圈子混，你是混那个混，就是你没有价值是不行的。这溜你都是有价值的。你啥也不是，你干啥不行，吃啥没够，然后你人溜你都不溜你。所以有的时候我看到溜我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复杂的。就是人家某一种程度也是对你的认可，因为溜别人一点话题没有，溜我起码还能骂两句或者是溜一个理所当然的人，他们就觉得好像也就在他们预期之内，所以我价值，这是我的价值，商业价值。破碎又如何？命运从来没有错。太阳也终将会坠落，我拼命抵抗所有的荒谬。有朋友说宁哥去修这个头发呀，我不喜欢。你算老几？要你喜欢，连个铁粉都没有。从星空到你心中用泪抵达要多久？而你给我的温柔全都是爱的毒酒。不喜欢瘦子，接受不了别看。我这戴的都是假发，你。我喝下了我的痛，去换你的自由。爱一旦拥有，宁愿一次放手。有朋友说留个狼尾不哥？你哥我留过狼尾啊，你哥留过那个很长的一个狼尾，结果那个时候感觉照的埋了骨胎了。总觉得我留那个狼尾，人家都很帅气，我留完那个狼尾，总觉得像头发没洗干净似的。所以就是回头再看看之前的一些造型，那个狼尾留的感觉小伙埋了八胎的，就是不行啊，就是一个时期一个心理想法，一个审美。有朋友还说是的，我可以说我自己埋了八胎，你不能说是的。还在那是的，你是属猴的，你顺杆爬在那儿，给你杆你就爬，给你贴你就上。有朋友真双标，是，对，都是对己宽容，对别人苛刻嘛，一样的啊，真双标。有朋友说宁哥能不能发点做梦的素材？你想啥呢？能不能发点做梦的素材？我现在就是你做梦的素材呀！我现在跟个鬼似的，你马上会做噩梦的。你现在虽然看我直播，但其实是一个鬼片儿，恐怖片儿。故事结束就散场吗？我现在白的跟鬼一样，对，有朋友说白的跟鬼一样，是我现在这张脸，这个美颜开的美白就是跟鬼一样，你晚上肯定做噩梦。
摘下面具，你累了吗？有朋友说宁哥，你比我爸大1岁。宁哥，你比我爸大1岁。你想表达什么呢？不是，然后呢？手？你要脱粉吗？还是什么？你说完这个，你是说宁哥我脱粉了？你比我爸大1岁，我不追这么老的艺人。我要去找小鲜肉去。啊，是这意思吗？黄灯下交错的幻影，偶尔难辨真假。遗憾高高低低，需要更多勇气。梦想有多近就多遥不可及。我知道你也会不安犹豫，别担心，来得及。去体验，去体谅无名之辈的迷茫。有朋友说宁哥，你能不能倒回去几岁？你是嫌我老了吗？啊？你说的话有点扎心了，有点儿。朋友们，这种话言语容易刺痛我。说宁哥，你能不能倒回去几岁？你给哥们气笑了，你有点给我。什么叫你能不能倒回去几岁？可以啊，你看看我6年前的直播就完了呗。我给你直接倒6岁。你看我6岁。哎。相信启程就会到达想去的远方，去感受，去放下，去触摸无边的想象，走过了岁月，成为自己的榜样。有朋友说宁哥永远30岁。你这句话也没有安慰到我。形容别人都说，哎呀，这个女孩永远18。到了宁哥永远30。没有安慰到我。为什么我30人都18？什么意思你？我的天哪，不行，我笑得脸疼。谁不是一生的伤，站在山巅眺望？谁不是穿过流言，换来欣赏目光？谁不是跌跌撞撞？因为31朵花呀。好嘞。行嘞。才懂得悲喜无常，摘下点点的星光，化作永恒的守望。祝福你穿越时光，伤口也开出了花。祝福你眼中有海，倒映星河漫长。祝福你卸下盔甲，拥抱人间沧桑。祝福你千帆过尽，还是少年。这句歌词就送给我的，祝福你千帆过尽，还是中年模样。模样。行了，开玩笑啊！咱家朋友有些朋友就是别心疼我，因为我故意去接这种话，就是想调节一下直播间的气氛，让大家就是比较欢脱。然后那个包括一些可能因为我现在在热搜上，然后很多是新朋友进来，新朋友一进来一看，哎，刘宇宁性格很好，对吧？刘宇宁性格很好，你看在直播间里勾嘎的，人家说他老，他都开心心的，这样就容易出圈粉。所以此时此刻还没有关注我微博的朋友，咱们关注一下我新浪微博好不好？谢谢各位了。哎，直接就是那种圈粉啊！我开一场直播能涨这个1-2千粉丝呢，直接给他们圈住。哎，他们出去帮我，有朋友说思路清奇，不是，它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思维逻辑啊，肯定是的。有朋友说立人设，去你的！我本来好好的一件事，你给我搞成这么商业，立人设也没有了啊，就是那种让大家觉得我这人和他们就是从别人耳朵里听说的那种人
不一样。去体验，去体谅无名之辈的迷茫，相信启程就会到达想去的远方，去感受，去放下，去触摸无边的想象，走过了岁月，成为自己的榜样。谁不是一生的伤，站在山巅眺望？谁不是穿过流言，换来欣赏目光？有朋友中奖3个月，好嘞。我本来今天想给你们简单唱2首歌啥的，但是发现我刚才试了一下，我那个声音不太好，所以就我刚才一直在琢磨说唱2个歌给你们听，但是后来发现，之前我唱了一首，那个效果不太好。是不是跌跌撞撞，才懂得悲喜无常？摘下点点的星光，化作永恒的守望。祝福你穿越时光，伤口也开出了花。祝福你眼中有海，倒映星河漫长。祝福你卸下盔甲，拥抱人间沧桑。祝福你千帆过尽，还是少年模样。你快乐吗？这一次。这是帽子，西班牙买的吗？不是，这是我自己买的。西班牙那个不是这个，但有点像啊。不需要回答。因为宁哥日常不戴耳钉吗？也很少戴啊，很少戴。以前有商务合作的时候会戴，没有了，就是也不那个什么，最近不戴啊。就有的时候舞台演出的时候会戴，但有的时候舞台演出我又要戴那个耳返，所以呢就算了啊。有朋友说我有个同事很喜欢你。那你同事为啥不来看我直播？你给你同事发个消息，你说你喜欢的刘宇宁直播了，你通知他一下，好不好？如果他真的喜欢我，不用你来说，他自己会到我的直播间来表达的，行不行？为你写几诗篇，几行誓言，几个长夜，几次想念。你的转身让我有失眠。有朋友宁哥，你男的女的？我发现咱们直播间有一些精神病啊，真是纯精神。宁哥，你男的女的啊？行。牵住你的左手，却红了脸。想要搂紧你的左肩，却又胆怯。陪你走到飞。有朋友宁哥那个演唱会有3巡吗？不知道，我先把这巡开完再说吧。对，开完再说。不着急，这轮还没完事儿呢。这轮还没完事儿呢。废话的这如何能把故事续写？原谅我太笨，风情不切。我不爱不了人间，只偏爱你眉眼。如果你也有时间，陪我把这风景都看遍。为你写几页诗篇，几行誓言，几个长夜，几次想念。你的转身让我有失眠。有朋友说魔宁的是啥意思？魔宁就是女性化我是吧？
哦，是要女性化我，所以叫魔宁是吧？摸那种那个词的那个魔宁是这意思吧？还好，因为我1.9米大个，纯爷们儿。尽量别磨我啊！为你写作业的风景，笑得远，遗失的人，轻声道歉，和你白头的那一场雪。我不爱无聊人间，只偏爱你眉眼。如果你也有时间，陪我把这风景都看。西安什么时候开票？咱家有帮人啊，特别没事儿，不说。快开票了，快开了啊！西安快开票了。为你写几页诗篇，几行誓言，几个长夜，几次想念。你的转身让我有失眠。为你写作业的风景，笑得远，遗失的人，轻声道歉，和你白头的那。有朋友，宁哥，我不想写作业，只想看你直播怎么办？你也别在那赖我啊！你要这么说，你要这么吓唬我，我现在立刻把直播关了。你有一种好像以后考不上大学你赖，你说就是刘宇宁开直播开的，我考不上大学，清华我没去了，是因为刘宇宁。你可别赖我啊！清华没去了，因为刘宇宁开直播，所以我不想写作业，所以我看他直播。你可别沾包赖啊，跟我没关系啊！你赶紧去那个什么，你赶紧去写你的作业去。一场雪。有朋友说，宁哥你别穿有女性特征的衣服了。我穿哪件衣服有女性特征？你告诉我，我是哪件衣服让你们觉得它有女性特征？我想问问，女性特征是什么？你别吓唬我，我穿哪件衣服是有女性特征了？裙子，我啥时候穿过裙子啊？你该不会是说我拍戏的时候吧？拍戏那古装，那就是那就是对啊，那古装的东西它本身就是裙子，但是这个裙子又不是女性的一个专属嘛，哦，这有啥女性特征的？我又不是穿那种蕾丝裙的，或者是那种这叫 GK 还是什么那种小短裙儿，没有啊。说的是纱裙儿，那不是纱裙，那个不是纱裙，那就是一个设计理念，它是一种时尚，所以跟你聊不了时尚的东西。我为什么朋友们，我跟你说，刚才有朋友不是说宁哥看你直播我作业都不写了吗？他赖上我了，我也得赖你们，是因为你们确实不太懂时尚，所以像这种巴黎时装周我都不去。我纯是为我粉丝们，我粉丝看不懂这些东西，所以我就不去。哎，赖上你们了。两夜晚秋意满回首，此去几何，欲说还休。哦，宁哥，你去王者荣耀之夜吗？去，因为我是小王的好朋友刘宇宁。大家好，我是小王的好朋友刘宇宁。前两天刚录了 ID。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王的好朋友刘宇宁。多少号？我王者荣耀之夜，我们不见不散。只念一人共你白首，
管他什么前程锦绣。不羡神仙一念这一天，只恨人间不够千年。云雨微笑，恩怨为报，余情未了。其实朋友们，这首歌，我现在放的这首歌，我其实是想在那个哪唱那个湾区那个声明月那个唱这个歌的，因为我每年我想去，我就想唱一首古风一点的歌，因为我喜欢嘛。所以我本来是那个跟导演组说，我说唱这个，导演组说也可以，那 OK 啊，那宁哥你就唱这个吧。结果呢，那天我就想说，我在直播的时候，我想试一试，我这个歌唱的合不合适。于是那天我就唱了，那天我在直播间唱了，唱完之后我发现不太适合我啊，就是我不知道，我就觉得有点不太适合我，所以后来那个大湾区那个晚会，我就唱的那个鸳鸯蝴蝶梦了啊。对，那天上一场直播朋友看了应该知道，我上一场把这个歌唱了一下，我觉得不太适合我，明年再唱这个，明年再选别的了啊。明年的歌，我每年都会报一遍，我说《友情岁月》能不能唱？因为大湾区嘛，我就唱个广东话的歌曲，结果都不行啊，每年都没唱了那个歌，所以我在演唱会上唱了。然后所以这个其实也挺好的，也是很古风的一个歌。但是后来我唱完之后，我觉得不太适合我哦，能唱肯定是能唱，但是就是我觉得。我有点憋挺，就感觉有点憋啊，就是使不上劲儿的感觉。给你们唱两句了。
苍老，何须轮回路走起早？千年等待也不忘，若能重拾你的微笑。你是前世未知的心跳，你是来世胸前的记号，挥剑分晓，怎么把你忘掉？天若有情天亦老，我将千年还明朝。钱白花了。不是，因为那个不是背景音乐比较大，因为我已经把人声开得够大了，它这个很多问题不鸡蛋哦，不管，我再调一调，我再调一调，我再花一部分钱，好好调一调啊。行吧。有朋友说我在看《书卷一梦》，演的真好，哭的真帅。你懂我，你懂我。当天空的云波流向我，侵蚀我的魂魄，直到软弱。你编织好的网，我看不破。直到这爱变成一生的梦，曾谎言到你心中，用爱抵达要多久？而你的泪，我的痛。宁哥，有朋友说宁哥唱个《如愿》可以吗？如愿，这歌很早了吧？我都忘了怎么唱了，我听一下啊。如。你说是王菲那个吗？这歌已经就是播放率这么差，我在第一页都搜不到。我看有谁唱的啊？播放量太差了。有朋友说唯愿吧，我后面得加个如愿，然后括号刘宇宁。你看字打不明白了。哎，我没有一首歌叫《如愿》吗？我记得我有一首歌叫《如愿》，为什么软件上搜不到了？有朋友说如约唯愿，不是我应该有一首歌叫《如愿》吧？哦，宁愿是吗？
没有，我有如约、唯愿，还有一个，刚才那朋友说什么？什么愿来着？宁愿，对，还有个宁愿。你应该说的是宁愿吧？若非你身影斑驳，映不出繁星闪烁。一念为一人执着，这枷锁不想解脱。这个歌是我在做声带小结手术之前唱的歌，那个时候没有假声的，没有假音的。我宁愿用三生的寂寞，只为换回你上那花火。不恋牵引，不为结果，为你活。我宁愿醒不来，梦又与我安苦海，想与你同在，随你浮沉摇摆，欢笑悲哀化尘埃。我宁愿走不开，任时间把自己掩埋，初衷难更改，心潮澎湃，终会平静如海。这生命一无所有，凭什么彼此长久？甘心追随你左右，一直到荒芜尽头。我宁愿孤独的漂流，只为换你片刻的停留。等一下，我看看能把那个效果调到以前那份备份那个效果，备份那个效果起码唱的歌还能听。我看看啊，我试一下，朋友们。哦，哎哎，我如胸又何
哎哎，哦，吓死我了。是爱，我宁愿走不开。我以为，行，吓我一跳，我以为那啥没声音了。行，以为彻底没声音了，没有，好了，现在好了，初衷难更改，心潮澎湃，弄好了。终会平静。害我重启微博没有？刚刚我旁边有朋友说那个声音和画质有延迟，你要是延迟的朋友，你可以退一下再进就好了啊，你可以退一下再进。对，这首歌也是很早之前的一首了，就是我刚出道那个时候唱的一首歌，我还记得那是那个叫做《神探蒲松龄》，然后是那么一个剧的一个，还不是里边的歌，是一个推广曲。因为很多当时那些电影，很多电影都搞一些推广曲。推广曲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又不放到正片里，然后呢，就是在网上单独发，就你的歌能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就是这么一个感觉。所以当时就是唱了这么个推广曲，也没帮人推广多少。也没帮人推广啥，反正就是当时唱了这么一个推广曲。我那天我看咱家很多朋友帮我整理一些我唱过的歌哈，就说实话，我很多歌自己都不记得了对，就是也不是说不记得了，他那个一放出来我就知道是啥歌，我也能哼也能唱，只是说那个我都不记得，我让我单独去想那首歌，我基本都不会想到的那种的啊。有人说唯愿怎么唱？唯愿是唯愿呐啊！我这个效果，我跟你说，朋友们，我之前直播那个效果，我花了大概多少钱？花了是1000多块钱啊！光调这个声音效果花了1000多块钱。然后呢，上一次直播你们就觉得不好吗？你们觉得不好，我不是你们觉得不好，我也觉得一般。所以呢，我又再花了一份钱找了一个人给我调。这个人多少钱呢？这人200。这人是200块钱。我不是说啥呢？我不是说那个，就是我为了省钱或什么的，因为他是在那个我在网上找的，他是那种口碑非常好的，很多人调完之后都推荐他，说哎，他给调的很好，然后结果就私聊人家，然后我就当时就私聊人家，加了人家的联系方式，我说你给我调个声卡，他说你好，那个我说多少钱？他说200。我这人是这样的啊，我不是说钱多钱少的问题，我从来不去歧视那种收费便宜的，因为便宜，我相信只要技术够好，他跟你对路子，哪怕这个就像衣服一样，这衣服虽然不是那种贵或者大牌，但你穿的好看，那就是最重要的。所以哪怕他200块钱也合适，我就是这么想的嘛。所以我就想，那就调嘛，调一下，因为他别人给他说的都说的调的都挺好的。当时呢，然后我就因为我之前调。
我之前调声卡什么的呢，就是有点什么感觉呢？就是人家都很专业，人家哐哐一顿软件给你远程操控，给你弄得很顺溜了。这个给我调声卡的小伙呢，给我调的时候，在大学宿舍里。我为什么知道他在大学宿舍里呢？他室友在那哐哐在那不知道玩什么游戏呢。哎，上，过来，我在这边。哎，就是满屋子全是键盘声音。啊，满屋子都是键盘声音，就是那种，哎，过来，这边，然后这边右手，就，哎，这边，哎，过来，对，就他，上，来，什么你这打什么玩意儿？你这不行，你这什么时候？哎，不行，什么不行？哎呦，来，全是声音。然后我当然我也没有歧视人家，我还问你，我说你在宿舍了？他说是，我说啊，我说那你无所谓调呗，然后我说那你学啥的？我说你上学呢，上大学呢是吧？他说是，我上大学呢，我在宿舍里，但他有点不好意思。我说那你专业学啥的？他专业是我忘了是学啥的，是学石油的还是学什么玩意儿？反正跟音乐一点没有关系。我寻你在大学学的音乐，学这种什么调音师或者录音或者什么流行演唱或者跟音乐相关的也行。他学了一个石油还是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我一听我当时就懵了，我说那个，我说那你这跟谁学的？他说我爱好这个，所以我就研究。我说啊，那也行。然后，但是当时调完也挺好的。我调完，我也当时也没有，因为我那个已经很晚了，我也没去试或者怎么样，我就觉得不错。我就寻今天直接直播就，当时他调完之后，我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放伴奏，比如我放现在什么叫伴奏呢？就是这个，我放音乐，我听不到了。他给我调完之后，我放音乐，我听不到了。然后呢，我寻思算了，别找人去了，就花200块钱找人干嘛？因为他忙活半天也没忙活明白。于是呢，我就又找了之前那个花1000多块钱调那个，我说那个我这个伴奏没声音了，通道掉了，你帮我连一下。然后他估计11在外边旅游呢，他说好，我找那个朋友给你弄。我刚才给我通道连上了，所以今晚我把直播开上了啊。结果现在还是证明是。不行，还是得再找一个稍微贵一点的给我调一调啊！就是确实不能找学石油的给我调。当然也当时也是让我感受到了一丝大学宿舍里边的氛围。我不知道啊，现场有没有男性同胞？因为我没上过大学，朋友们，说实话，我确实没上过大学啊，也学历也不咋地，肯定现场有很多上大学的，现场很多大学生，你们宿舍晚上也是哐哐打游戏吗？我特别好奇，你们半夜你宿舍里也哐哐打游戏吗？有朋友说那肯定啊，是的，没有哦。学习，你们宿舍晚上都是那个圆珠笔的声音是吗？全是那种宿舍静到只有铅笔在纸上划的那个声音是吗？你们宿舍这么厉害？哦，有朋友说我不打，有朋友说包打的，我打到通宵，说熬到7点睡，期末前打，就在期末考试之前赶紧打一打，啊。就是告诉自己，别好好学习了，考试没用，打呀，哐哐打。行了，没事儿啊，回宿舍就打了，考完试打会儿啊，宿舍吃螺蛳粉啊。行了，也不是说我没有别的意思啊，也不是说这个上学就不能打游戏什么的，我也没有这个意思，只是说我第一次感受到大学宿舍原来晚上是这么吵把火的啊。不过大家很开心，那就好。
纯白渡尘世悲欢，惆怅浩瀚无边岸。情至死灰欲长短，宁可一。有朋友上课也打，上课也打，我没上过大学，我没有资格去谴责任何人啊。我本身就是个学习差的一个学生，我就没有这个资格去谴责任何人。你们爱打就打，玩的开心点。一身孑然，天涯路，多少去而无返。花明月暗，怎舍得不相看？面如花灯照夜阑，石桥心。有朋友说，上大学不打游戏，什么时候打？你是这个啊？你是这个？游戏不上大学打，什么时候玩？难道能踏入工作再玩？踏入工作没时间玩了？你是这意思啊？行嘞，你是这个啊，加油加油！三愿不散，那堪相思千般，宛如大梦一场，古酒一盏。其实有道理的，他说的有道理，我只能说他说的有道理。没有，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我本来想说点什么了，但是我就觉得我就不应该当什么人生导师了，没有意义，因为我也没有资格去说这样的话，就是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也有就是特别爱玩的时期，我那个时候天天去网吧包宿，就爱包宿。为啥？因为那前兜里没钱，去包宿呢，一晚上5块钱，5块钱包一宿，就是晚上玩的话就很尽兴，从晚上10点到早上6点嘛，5块钱，所以那个时候也喜欢打游戏。我爱玩的时候都玩，哪有人在小的时候，其实大部分人都不会想的说未来做什么，或者是以后工作怎么办，没有想，那时候没有烦恼，上学这个家里给的钱供你上学，你哪有那个想法？哪怕我都不挣钱，我也天天去网吧包宿。是的，该玩的时候真的可以玩啊，是可以玩的，就是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你们分享，但是但是现在我会有一些后悔，不是说没好好学习，只是说我觉得浪费了很多时间啊，就是当然现在我也打游戏了，打游戏并不是说不好的一件事儿，就是说想说如果当年说多学点东西，哪怕把英文学好一点，或者是哪怕多学一样东西，你现在可能会更顺利一些啊。但是我没有想开导你们或者去说什么，只是刚才我突然想到这个话题了，有一些对自己人生的唏嘘。有朋友说，宁哥你玩什么游戏？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是小王的好朋友啊。但是玩的非常之少啊，因为我没有玩的也挺多的啊，没有，就是我玩游戏原本玩那个主机游戏，我玩电脑游戏，我手游稍微玩的少一些，手游玩的特别少啊，我主要玩那个主机游戏，什么段位？最低的段位是什么？青铜吗？那我就是青铜。您哥玩什么英雄啊？您哥玩什么英雄？你是考我呢？你是人家王者荣耀那边来考核我的？你以为我答不上来是不是？我玩什么英雄啊？我玩的可多了。我不仅玩一个角色，我主攻就是10几个啊。我玩鲁班嘛，对吧？鲁班7号是不是，朋友们？是不是有鲁班？对吧？鲁班我玩的就很厉害，然后
吕布。我比较喜欢玩吕布啊。射手啊，对啊，吕布嘛，吕布不是射手，那个鲁班7号是射手嘛。我玩那个，主要就是玩那个吕布，还有那个鲁班，还有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李白。有朋友说盖伦那是英雄联盟的啊，我刚才差点说诺克萨斯之手。那不是，你别再胡说，我不玩那个英雄联盟，我主要就是主攻这个是王者，完那个李白，然后小乔，那个貂蝉，对不对啊？然后孙尚香，对不对？孙尚香，还有那个兰陵王，对，安琪拉啊，安琪拉。对，安琪拉。因为我会唱王者荣耀的歌嘛，就是不是因为很多人给他写歌嘛，有一首歌是这么唱的，就有款游戏越打越年轻，就是手机和平。就是手机王者荣耀，对不对？你们听没听过这种歌？啊！越描越黑。朋友们，等一下，我去趟卫生间。哎，提到了你这个歌竟然有 MV 啊！哦，是。我放个 MV， 朋友们啊，等那个，有款游戏越打越年轻，就是手机王者荣耀。昨日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明朝清风似漂流。由来只有新人少，有谁听到旧人哭？爱情2个字，好辛苦。是要问一个明白，还是要装作糊涂？知多知少难知足。看似像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已是癫，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同眠。昨日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明朝清风似漂流。看似像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鸳鸯蝴蝶，
点，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同眠。谢谢。昨日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明朝清风似漂流。由来只有新人少，有谁听到旧人哭？爱情两个字，好辛苦。是要问一个明白，还是要装作糊涂？知多知少难知足。看似像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间的悲哀，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当天空的云魄留下。这歌是这么唱吧？有款游戏越打越年轻，就是手王者荣耀。这里没有人叫你老弟，因为都叫你小学生。我想问问你有什么实力，他能顶你一辈子 ID？ 你说你就是野猪锋利，却没有那双小眼睛。他也不睡觉，来到星期房，送起小冒烟，我小姑娘。我说哥，你要唱这首吗？没有，我就是刚才就是给你就是说这个，很多朋友不知道我刚才说的梗是什么。刚刚有朋友不知道什么那个梗是什么，所以我把这个歌放一下，让你们知道刚才就有款游戏越打越年轻，就是手机王者荣耀嘛。对，我是为刚才那个就是凿吧。哎，你能 get 到就 get 到 ，get 不到 get 不到就算了啊，就是这个歌啊，就是有款游戏越打越年轻，就这个啊。因为很多人就是可能他不玩游戏，他不知道我们这些玩王者的是一个什么心理啊。当天空的云魄流向我，侵蚀我的魂魄，直到软弱。女朋友宁哥撞地球什么时候发？我不知道，我回头问问。那个撞地球，然后那个跟人公司聊了一下，然后我出一个自己翻唱的版本，然后到时候会发的啊，重新自己录了一个正式版的，到时候会上线的那种的撞地球那个歌，然后也很快上了。然后我最近还有一些合作，跟别人合作的歌曲也在制作当中，包括我自己的节目里的歌，我也在热火朝天的制作当中啊。你编织好的网，我看不破，直到这爱变成一生的梦。曾谎言到你心中有爱抵达。有朋友说宁哥王者荣耀你代言了没代言没代言。我只是去参加一下王者荣耀之夜啊，有一个
那个演出啊。对，因为我是小王的好朋友，我刚刚已经说了啊，到时候会参加一下的。要多久？而你的泪，我的痛，全都是爱的毒酒。我解不开这绳索，就放手去。有朋友说，宁哥最近有没有什么适合看的剧？入青云嘛。我刚刚说了入青云啊，因为我给他唱 OST 了。我唱 OST 的歌，我唱 OST 的这个剧，我都会强烈推荐的，我会强烈推荐的，所以就是因为就不能让人片方觉得钱白花了，看看啊，多支持一下，加油加油加油！沉默，爱一旦入口，宁愿与自己放手。有什么推荐的综艺看啊？地球超新鲜，生活的褶皱都藏着蜜，可以去看一看啊。世界就在眼前，可以去看看。有朋友还帮我接 slogan 呢。地球超新鲜，世界在眼前。行了，行了，行了，都爱看是吧？挺好看的，期待下一季。好的，我也期待。我也期待。什么时候2？那个不知道这么说好不好？那天就特别逗，我特别因为我们那个录完综艺都会有群嘛。然后那天他们就都发收官的不是吗？发完收官了的时候，就是我在里面就说那个赶紧录第2季吧，都在说赶紧，要不咱赶紧录第2季。我说行啊，我说11月份就录第2季呗。那个11月份咱就开始录，现在快10月份了，咱筹备11月开始录得了。然后有人说那个不行，那个谁龚俊还有那个奶儿哥他们都在组里啊。然后宁哥你不也开演唱会吗？我说我唱歌唱一辈子了，我从小就喜欢音乐，我唱这么久了，就是唱歌也差不多够了，可以了。录综艺。我说那个陈奕迅，你童星从小就拍戏，你还拍不够吗？拍，别拍了，咱们录综艺。我跟乃文哥说，乃文哥，你这一辈子老艺术家了，你这戏演太多了，别拍了，没有意思。录综艺。龚俊不刚进组吗？我说你别拍了，你拍那么多戏可以了，录综艺。当然大家都开玩笑嘛，在群里就是其实那个逻辑是啥呢？就是其实我们还真的很期待说第2季赶紧跟大家见面，然后或者一块儿去录什么的啊，去跟大家去再带大家去那个让你们世界在眼前嘛啊。爱是一种毒酒，让人失措。喝下你的解药，却着了魔。开推呢？当然我是希望有第4季的。开推4我一定是希望有的嘛啊。因为我们开推，说实话，我们开推群基本上会经常在里面聊天啊，经常聊天。那个今天群里还在说话呢，今天群里还在闲聊啊。然后对，就是但是不太想那个由我来告诉大家啥时候录制或者是录与不录，我不想由我来说啊。对，所以就是这都很好，很好。自己爱一次就足够。因为我说完之后，好像就会绑架别人或怎么样的。我尤其是好朋友是最不可以去绑架自己好朋友的。这个我觉得就是你要拿这个人当朋友，你绝对不可以绑架他，你不能因为你们的友情去让他做他可能没那么想做的事儿。就是因为我们关系很好。然后呢，比如说你说刘宇宁在群里说一说，我说那个什么咱们那个马上录综艺了，赶紧录啊，都来啊。
你说我说这话就不太合适，你知道吧？我因为他们都会，因为我们是朋友，所以我不想用朋友的身份去绑架他们任何。做朋友更应该是支持他们每一个人的决定。他不想来，或者是谁不想录，或者不，我指的不是开推啊，我说的是做朋友这件事儿，就是你。他难道就是比如说刘宇宁叫我去，那我就去吧，要不这种东西反而让我心里也不舒服啊，我是这种的啊，我做朋友反而要更加替他尊重他所有的决定，这是我的一个心态啊。就是咱家朋友也是，就像我的粉丝，其实很多人真的拿我当一个远方的朋友。就是宁哥，你做啥事儿，我都尊重你，你的选择肯定是有你选择的一个原因的啊。你最近不拍戏，你肯定有不拍戏的道理；你最近不直播，你肯定有不直播的原因，就是这样的，这是朋友之间的一个理解啊。我不会因为我去绑架你，这是好朋友的想法，真的是这样的啊。就像刚刚有朋友说，咱直播间有朋友说宁哥，我不想明天返校，我不想返校。你不想返校，你就不去。真正的朋友不会绑架你的啊！我没有资格说不行啊，你得学习啊，你得正能量啊，你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你返校都不想返了，你那不行啊，你得返校。我不作为你朋友，你不想返就不返，以后挑大分你就挑你的。哎，我只能告诉你，那你以后挑大分你就挑大分。返校学习都不想学习，那你就只能挑大分了。你就算挑大分，作为你朋友，我也支持你，因为咱们不去歧视任何一个职业，不去歧视任何一个职业。就像我以前真的是做过厨师，做过服务员啊，而且我说的做过，并不是尝试，是长时间做。我卖过衣服，做过导购啊，在餐厅做过传菜员，给人端盘上菜，给人那个服务擦桌的，我都干过。所以我绝对不歧视任何的职业，哪怕挑大粪，依旧让人值得尊重。但是你不爱返校，你就有可能抽中这个职业，就像我们玩游戏一样，你选英雄都有职业，比如说有的人选的是这个战士、法师啊，或者是道士，或者是这个术士，或者是这个傀儡师，各种的，你选的是挑大粪。啊，这就是这种的啊！你选的是粪师，就是可以，所以你就不爱返校，就容易选到粪师嘛，就是这个意思啊。有朋友现在挑大分都全都数字化了，是不是？以后大分都挑不上，这是一个多可悲的一件事。我小时候我学习不好，我家里人就说你不好好学习，你以后挑大分的。我真的啊，你考上了清华，他考上了北大，我挑上了大分，是这意思吗？有朋友问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说：“老大，你挑过吗？”你就是因为你这人很奇怪。
你可能也就粉了个刘宇宁吧。你粉任何一个艺人，你去他微博底下留言说，哎，我想问一下，你在出道之前你挑过大粪吗？你就是这问题本身，他不觉得莫名其妙吗？你去任何一个艺人底下微博你留言，你说你挑过大粪吗？你他们家粉丝能不能骂死你？能不能群起而攻之，给你挂黑了？你敢在我直播间问我说刘宇宁你挑过大粪吗？而且咱们直播间竟然没有人觉得违和，甚至有人产生了质疑，说，哎，有可能他有可能干过。他有可能挑过，否则他为什么总提这个职业？他肯定有一些渊源，要不他挑过，要不他家人就挑过。我今天给你正式的澄清一下，朋友们，我今天辟个谣啊，我没挑过大粪，因为现在挑大粪属于数字化，我电脑这个数字工程这块学的一般啊，所以我没挑过大粪，好不好？有点遗憾。其实如果有机会尝试一下，我觉得也是一种人生体验。以后如果让我去做演员的时候饰演一个这个环卫工人或者是这种的角色，我会更深有体会。是这样的，我没挑过大粪，我在这澄清一下，朋友们啊，你们出门一定要替我辟谣啊！有人一旦说出门说刘宇宁以前挑过大粪，给我造谣，你们一定要替我辟谣，好不好？谢谢各位了啊！当然也不是说挑大粪这件事是很垮的一件事，只是说我没干过的事儿，我不认。就这么简单。有朋友一会儿热搜刘宇宁辟谣没挑过大粪，没人这么无聊，没人这么无聊啊，也没人这么无聊，风走了，只留下一条街的叶落。你走了，只留下我双眼的红，逼着自己早点。还有一件事，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以后我看到一些朋友们，如果打个比方，有朋友看了我一场直播，然后他就去解读啊，说，哎，宁哥今天放的歌里边是不是有什么意思？宁哥今天放的歌是不是他心情不好？他是不是有什么心事，或者怎么样的？我跟你讲，朋友们，千万不要去什么呢？不要去因为我今天过于解读我每天放的 BGM 是什么。我为什么放的这些 BGM？ 第一，有可能我无意当中听到了我喜欢这首歌；第二，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就是它当下很火。这首歌的播放量很火，所以我希望就在这个直播间一放，大家听的就你听过这首歌你就熟悉感，它只是我直播间的 BGM， 它并不能代表我的心情。我如果真的有什么心情，我就不直播了。我如果真有什么音乐，就是这个音乐让我想起了什么东西，我就自己在被窝里，就是举起一杯摇晃的红酒杯，我自己听自己玩了，我不会在直播间放的啊。而且我也没有这种境界和这种情调啊！我放的歌基本都是什么呢？基本都是我要不它很火，那另一种可能是什么？无意当中我看到有粉丝给我剪的视频，很多粉丝给我剪的一些视频里边用了这个 BGM， 我就会去搜，哎，我说这歌挺好听的啊，就很有感觉，我就打开之后一搜啊，我就收藏一下，到时候我直播就放。我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一个歌手，我每天听的歌太多了。而且我不是一个创作型歌手，我需要写一首歌，唱一首歌，表达他的心境。不，我只是一个在那个歌手当中的一个演员，我只是表演别人写过的剧本和别人的故事。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创作型歌手啊，所以希望各位不要去揣测，就是好像过度解读，说宁哥心情不好。宁哥今天有点压抑，有点 emo， 否则他不能一直放这个歌。没有，真的是因为这歌火啊，这个会要不是它火，要不是它好听。
因为我其实我听歌是第一是永远不是词，我听歌第一是旋律。哦，就有些人是很注重歌词的，我见过很多歌手他是非常注重词的，我相反，我非常注重旋律，就是他的视听感受。第一，他一定要抓耳朵；第二，他一定让我听着会有一些这个旋律走向。其实我很多歌我不知道他在唱什么东西，但这个旋律走向会让我进入那个氛围。我是这样的，对，所以我很多歌我到听到最后都不知道他唱的什么词儿啊。我听的是这些东西，所以它是有区别的。有些人喜欢注重这个歌词，有些人注重旋律。我是真的就是，你看我发的歌就知道了，我的歌都比较注重旋律，旋律得好听，这是第一点，这是首要。词其实还好，因为我们去录那个，我手指盖劈了，录那个原计划的时候，很多人都在讨论说，哎，我觉得这个词不行，回头改一改。但到我这儿呢，我也不怕大家笑话。我听完之后，我都觉得这词写的真棒，这词没问题啊，没什么问题啊。然后我从来不会说提出，你会发现我唱所有的那种歌，当然这一期你会知道的，就是我基本不会改词，除非就是特别我不舒服的，我会改一句。把那个词调一下，但是我基本不会改那个词的意思和大意，因为我对这个东西，我是一个歌曲的演员，我要表演的是作者本人的一个情愫或者是他的一个心情，所以我是做这件事儿的啊，我不是一个原创音乐人，所以我听的直播间的 BGM 里没有那么多故事啊。不能再做一个有你的美梦，我好像一束极光，守在遥远的世界尽头，看过了你的眼眸，才知道孤独很难受。可笑吗？我煽风起怒的时候有多慌张，他会看见吗？自己只有我能看的模样，从夜深人静一直难过到天亮，你反正不会再担心我隐隐作痛的心脏。好像遇到我你才对自由向往，为什么为他失去一切也无妨？可能是我贱吧，不爱我的非要上，那么硬的南墙非要撞，是不是内心希望透过水流就会让你想起最爱我的时光。 Baby 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有朋友老大推荐一些歌，我没什么推荐的歌，你就多听一听刘宇宁的歌就可以了。有朋友宁哥，你分享一下你的歌单，我歌单里都是刘宇宁的歌，去听啊。有朋友今天蕊歌吗？我就不蕊了吧。我蕊我自己没啥意思，其实我特别想蕊别人，但是蕊别人我就等于不想干了。我蕊别人我等于不想干了，也没必要，咱也没到那么疯的一个阶段。很多东西啊，都是一层窗户纸，捅破了就会非常难看。很多东西，我指的不一定是娱乐圈啊，我指的是可能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东西就是一层窗户纸，捅破了会非常难看的。有朋友宁哥，那你分享一下你在被窝里听的歌单。我在被窝里不听歌哦，我基本上因为我就是，我就你不能把我这个作为一个用音乐作为职业的人和一个你正常你热爱音乐的人去相比啊。因为我确实是靠音乐去生存也好，赚钱也好，这都是很直白的。对我的心态和你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是一个听众，哪怕你爱唱歌喜欢音乐，那你说到底也不会用它去成为你的职业嘛，因为当然也有人可能从事，但是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你真的听了太多的歌，每天接触的就是这个东西，你会相对的2个字麻木。
但这个麻木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就是觉得不会说，就是他没办法，这就是一个通病啊，他就是一个通病。比如说你是一个非常喜欢艺术的一个人，特别喜欢这个这种艺术的油画呀，什么各种的，但是你天天在博物馆上班，你上了10年，当你看到一幅画的时候，你还依旧会觉得那么兴奋吗？它艺术一定是有的，但是你在博物馆上班了10年，你看到它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一个感受了，就习惯了。是这样的，所以真的能让我 emo 的歌，我其实说让我在被窝里听的歌没有啊。我被窝里就是因为我每天的工作就是跟音乐相关，所以我在被窝里的时候，我就不会再去跟音乐接触了。我看看剧，我看看影视剧了。因为最近没有在拍戏嘛，所以比较想念演员这个职业，所以得看看剧。弥补一下内心，就像我在剧组拍戏的时候，我从来不看剧，没事就听歌，是这样的朋友啊。所以你现在问我说你有什么看什么剧？我一般就是看一些，我最近看的是香港的一些老电影啊，就是包括香港很早的那些电影，就是很多那种就早期的电影，香港那些电影对，比如像什么之前那些很多叫什么枪火呀，什么黑社会呀、1、2那些，就港台的以前那些专门的那个香港电影那些东西，看那个包括看一些解析，主要我看那种影视解析，去扒一些他的一些拍摄方式和当时拍摄的时候一些故事，那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看一些拉片儿，看一些非常棒的人去拉片儿，说这个为什么这场戏这么拍，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有没有练粤语？也倒也没有，倒也没有了。聊聊电影吧，我对电影不懂，所以我也没什么可聊的，我不懂。看恐怖片吗？就是那种我之前说过，亚洲的恐怖片我都不看。跟国外的，比如说丧尸片，或者是像《电锯惊魂》这种的惊悚片，我会看，而且我不觉得吓人我这种的是比较看《电锯惊魂》啊，或者《致命弯道》啊这种的，我觉得没问题的。但是只要是亚洲的，比如泰国、越南的这个，就是这种的我都看不了。日本、韩国的这种的我都看不了这种鬼片。怪奇物语我也看过，但是我看的是那种剪辑的，就是看了好多季，但是没有说坐下来全片看，我都是看剪辑的那种的。怪奇物语是挺不错的，我觉得。当时我还因为那个喜欢上这首歌了呢。这个版本。哎，这啥版本啊？这怎么这么次？叫 Running Up That Hill， 是，我看。应该也不是这个版本。邪恶力量看吗？邪恶力量是我非常喜欢看的一个剧。邪恶力量是我
是我非常喜欢看的，因为它那个很好的就是一集一个故事嘛，然后它整个又有一个串联的。邪恶力量是我是很推荐大家看的，啊，挺好的。致命弯道都看过了，刚才说了嘛，致命弯道都看过了，每一部都看了，包括什么死神来了这种的，那这是必须得看的东西，也不是必须得看的，就是基本都看过的，大部分人都看过了。吸血鬼日记我好像只看了第一季，很早年前了，后面就不看了。我不是特别喜欢，我不是特别不能说不喜欢，就是我忘了是为啥不看了，反正没想起来就没看，没想起来就没看了。绝命毒师也看了一点啊，看了一季，好像是后面就没看了。异形系列，异形肯定都看呀，异形就是那种大的那种商业片，我基本都看过了。就我是比较喜欢看，你要我看文艺片什么的，还真差一点。但你让我看那种，大的那种的，就是那种商业电影，我都看过。有朋友说《复仇者联盟》看吗？你这用说吗？你在搞笑吗？这种肯定要看的，不是肯定要看的，肯定看过呀。哈利波特看过吗？肯定看过呀，我纯哈利波特迷呀。没看我平时直播为什么老戴眼镜？就是那种被那种感染的。吴邪私家笔记看过吗？没看过，但是我听说挺好看的，我听说口碑不错，我打算就过两天抽个空，那个我去看看，好不好？但是最近没看。我看过，我听说口碑不错，那个确实不错的拍的啊，所以我就去看看吧，有机会看看呗，不知道，对。有朋友哥终极笔记看过吗？那个肯定看过，那个，那个看过，那个确实。那肯定必须看啊。必须那个肯定看过。书剑一梦看过吗？书剑一梦我肯定是我属于书剑一梦铁粉，因为书剑一梦我都买的那个超点，我都花钱了都。买的超点，然后那个就挺好的，挺好看的啊。然后折腰看了吗？那肯定看了呀。折腰那么棒的剧能不看吗？肯定看。那这种就是2025年不可错过的剧集之一。这是不可错过的剧集之一啊！一共就是怎么说呢？就近几年嘛，我就说近3年嘛，不可错过的剧集有几个呢？在我心里啊，当然咱才是没有偏见啊，咱当然是以非常公平、非常客观的我当然不会主观了，非常客观的去评价一下我内心这近3年不可错过的剧是什么？一念关山是在爱奇艺平台播出，然后一个是那个做自己的光是在优酷平台播出。然后是非常不错的一部现代剧啊，但主要讲女性职场的一些东西的，里边男的呢可能戏份少一些，但是就是你能感觉到那个戏确实用心制作的。然后再一个就是我比较喜欢看那个折腰，
折腰是真不错，折腰也是那个在腾讯视频嘛，然后包括优酷还有一部我们那个《珠帘玉幕》，那个戏也不错，那个戏里边几个角色我都挺喜欢的，塑造的都不错。啊，我看戏呢，主要看这个演员对这个角色的塑造能力怎么样啊。你不是说你真的就是怎么样，就是我可能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爱好啊，有人喜欢看剧情，有人喜欢看人物，有些人喜欢听里边 BGM， 有人喜欢看帅帅漂漂亮亮的脸，不一样，各取所需。我一般是看那个角色塑造这一块，所以《珠帘玉幕》那个剧也是我近3年比较强推的一部剧啊。包括最近播的那个有一个是谁演的来着？那个叫什么？叫我忘了叫什么了。那个男演员反正是那个争议挺大的啊。那部戏叫做《书卷一梦》，我看了，我从头到尾看了。那个男演员我就是总想不起来他叫什么名，但是那个剧确实不错，就是他因为他整个的那种所有的拍摄，包括其实一看就是用心之作啊，用心之作，《书卷一梦》，我说我也挺推荐的啊，我也就算是看完的，因为我近几年，因为我平时其实看那个国产电视剧比较少。我真的国产电视剧看的非常之少，哦，我就可能近3年就看过这几部吧，所以也强烈推荐给大家。啊，就比较客观，我确实是作为一个观众来说，作为一个就是喜欢热爱影视剧的一个人来说的，就是很喜欢这几部剧，大家可以多多去收看一下。有朋友说国庆干嘛了？国庆那几天呢，挑了6天大粪，我就觉得我得体验一下生活，我挑了6天大粪。有朋友说宁哥啊，这个国庆好多人去了丹东啊。我看到了，因为我能刷到一些关于丹东的一些消息嘛。我看丹东，因为丹东本身就是一个旅游城市，而且给大家推荐一下，丹东是那个一个最大的边境城市啊。你去丹东可以去看看雅鲁江啊，看看断桥啊，然后去爬凤凰山啊，吃点海鲜啥的。对，就是可以去旅游一下啊，可以去旅游一下，但是。就希望大家都到我家乡去看看。我看好多店铺门口放的一个我的人形立牌，我看很多就是那种小吃的那种小摊位旁边放的我的人形立牌，我想说真的是太抬举我了。你搞得像那个小摊是我投资了似的，或者是我曾几何时吃过你家的小吃。啊，我没吃过，没整过，而且我想说，你也太高看我了。高看我的原因是你以为摆个刘宇宁的牌你就能生意好？刘宇宁有多少粉丝去丹东？我想问一下。你以为你就是好像就是那种粗一点，就是比如说，我看很多朋友去就背着我去搞了一些演唱会的周边，在里边卖。你以为你那个小吃摊也能成为刘宇宁的周边吗？那天我还在想，就是我在网上看到好多刘宇宁演唱会的周边，包括一些什么手机壳呀，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我看还不少人去买啊。我在想一件事儿，我不知道啊，我就是心里有点不爽。这不爽呢，是那种不爽，哪种不爽呢？就是我为什么演唱会不出周边？就是我不想去坑大家的钱。我说心里话，
我就觉得因为演唱会已经够贵的了，然后再给你出一套周边让你去买，我把这个钱赚到手了，没有必要。我就想说，我就别赚大家钱了，然后荧光棒也免费送，然后希望各位能够很经济实惠的看到我的演唱会，然后我就不做周边了，就不割韭菜了。结果发现我不干的事儿，别人替我干了。有朋友说你出啊，我买。宁哥，我想要周边，你出。我不想出周边，原因是啥？你知道吗，朋友们？其实我不想出周边，第一是什么？第一，其实最重要的，当然也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我不想就是过多的去。你看我，包括我，你们也知道我的平时性格。我第一是不那个什么，不乱接商务，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呢？我的歌都免费听。我的歌都是免费听的，就不希望大家在我音乐上花更多钱去冲什么销量，买什么专辑。但是我不是说我这是我个人的想法，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生存方式。包括我有很多不做的事儿，你们也知道，我就不过多说了。就是我不想去过度消费粉丝，我就觉得别粉刘宇宁一趟，就是这是第一是我真的不想过度消费粉丝，我不想让你们去，就是因为我自己是老板，我没有公司控制我。对，我没有那种公司说你必须要接这个活，你要赚钱，你要替公司赚钱，我没有，我自己是老板，所以我可以不做这件事儿。这是我个人的东西，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呢？其实第二这个原因也很重要。刚才我说了，70%是因为第一条，剩下有30%是什么？朋友们，剩下的30%是因为就是剩下30%，是因为有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网上有那种脱粉的其他家粉丝，在各个平台，当然这个各个平台是单指闲鱼，在闲鱼上出售他们家哥哥的卡片、周边、买过的杂志、应援棒。当我看到有别人家粉丝卖他哥哥的东西的那一刻，我就觉得心很酸，我会有一种代入感，就是那种出自家哥哥的周边了，对不起了。就是我觉得不知道那种心情很复杂，就那么几个卡片你也能挂网上去卖，那几张杂志你也能挂网上去卖，你能收回多少成本？所以我看到那一刻的时候，我会觉得有点心酸，所以我真的怕我出了一些周边，回头有人在闲鱼上卖我的周边，他告诉我脱粉了，还要把我的东西卖掉，我觉得很痛苦，我觉得很难过，所以我不拍杂志，我怕你们卖它，我怕就是那种当时一时脑热支持了我，买了一摞子杂志，20本、30本，甚至100本，搁家摞着也不用也没用，最后在网上跟废书一样往外卖，那种画面我看得很凄凉。你说我就是做一个，打个比方，我都想好，如果我有一天那样怎么办？我作为一个匿名买家，我全给买下来。如果有一天有人真的在网上出刘宇宁的这种杂志，我一定作为一个匿名买家，我全部给买下来，我不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消息。每当有人看到在网上有人卖关于刘宇宁杂志或者他周边的东西，都会显示3个字：卖掉了。就哪怕说你不喜欢，有的是人喜欢，我就是你知道吗？所以我很难过，所以为什么我不出周边就是这原因，我怕有一天有人出我的周边，这很丢人的。我不知道这个丢不丢人，但是我心里会看到之后我会很心酸，我不想接受这个心酸，我宁愿不要这份钱，不割这个韭菜，我也不要这个心情不开心。所以说人生的至暗时刻莫过于粉丝出你的周边了吧。
有朋友说，老大你内心戏真丰富，我要内心戏不丰富，我能当演员吗？你以为是闹着玩了？但我说的是其实是心里话，我只是用一个夸张的手法去表达出来了。有朋友说上海的徽章已经卖到200多一个了。那个因为是免费的，所以你们出也没事儿。因为那时候我本来就是我本身免费送给各位了，你们就算出了这个东西跟我没关系，因为我没有收你们钱啊。这是你粉了刘宇宁，你赚钱了。人家粉艺人都花钱，咱们家能赚钱。你以为你看我演唱会，你首先你看我演唱会这件事，你享受了，你看了演唱会了，你不看我的也看别人，对不对？就跟你吃饭一样，哦，你吃完之后，你送了你一个打包盒纪念品，你回头给卖了，那是你就是跟我没关系，因为那是我免费送给你的。有朋友怎么会有人卖？那为什么不会有人卖？肯定有人卖啊！就是很多东西是这样的，就一样，就是可能在你心里，刘宇宁可能相对的重要一些，但是在别人眼里一文不值啊，这很重要，这很正常，这没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哦，你心里很重要的，你很在乎的东西，在别人眼里可能一文不值，这就是这样的，很正常。也不是一文不值，可能值200吧。有朋友说老大，你的新商务是什么？你说哪个？我当然不能现在告诉你了，人家这个品牌方要惊喜，人家嘎给你个惊喜，让你们惊喜，然后你提前把人惊喜透露了，我在直播间宣布了。有朋友需要准备多少钱？需要准备多少钱？我合作的闲鱼，你准备了多少钱？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在闲鱼上还赚了点儿？你把刘宇宁演唱会徽章在闲鱼上卖了，对不对？我就是你追我这个星，我的合作基本上你就其实不。也不说基本上了，当然也有消费的了，比如海飞丝啊，对吧？啊，当然就是闲鱼，当然是让你们赚钱。把刘宇宁卡片出了啊，把刘宇宁这个小卡出掉啊。有朋友说你为我50，我就不脱粉。你这，首先我跟你说，我听到这句话，我内心瞬间有3个想法，但我只说2个。刚有朋友就瞬间打个字说为我50，我就不脱粉。第一是什么呢？你这个东西让人传出去啊，你这个东西让人传出去，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你会有一个关键词叫刘宇宁买粉儿。刘宇宁花50块钱买一个粉丝，这是第一。第二呢，如果我这50块钱真给你了，那我其他粉丝怎么办？对吧？我剩下那1-2千个粉丝怎么办？我一人给50，我得大多钱进去。这是第二。第三是什么呢？你是不是觉得你很重要？跟我要钱啊？
你为我50，我不给你踢出去。你就是我想说什么呢？这种人啊，朋友们，说为我50我就不脱粉啊。这种人我想说什么呢？朋友们，他能50块钱被我收买，也就意味着他能60块钱被别人收买。所以你并不珍贵，因为情谊是无价的。但是你把我们之间的情谊，你标了一个价码，价值50，我在你心里只值50块钱。我告诉你，我刚才说那种脱粉能出周边的，就是你这种人，就是你这种人，50块钱都要在乎。你这周边，你说你卖个10块8块的，你不得优先出？你说你不得哐哐出？人间几做客，心上在流，人数况郑州，独独高丘，过浮云成袖，风月里爱波流。剑挑雪中风流，雪再快意满袖。来要春风如作，刀光作酒。有朋友说为我1个亿，我都不脱粉。因为没人为你1个亿，所以你会这么说。真的1个亿摆在你面前说，从今天开始你黑刘宇宁，你肯定义不容辞的，你把1个亿拿回家。因为你知道不可能有人给你1个亿啊。当然如果有人真的给你1个亿，让你黑刘宇宁，让你就是出他的周边，我也替你开心，因为这才是朋友。朋友是希望彼此过得更好。如果你能因为黑我这件事，或者是出我周边能得到1个亿，我赞同你去做。你不去做，我都骂你傻。情到嘴里半生愁，欲方寸，斩破困忧，断恩仇。然后1个亿呢，分我一点。一年月落，一年生错，一年关山难涉过，棋逢过客，至此这不问因果。不经心动，多情执着，不惧后来人评说。有朋友说我天天搜刘宇宁同款。你也别太搜刘宇宁同款，因为有些同款我看网上有很多出刘宇宁同款的串儿，他网上给搭配刘宇宁同款的串儿啊。你朋友们是这样的，你可以自己去搭配，但不要买成品串儿，因为啥呢？因为那个质量我看了，那不太行都。不是说好坏的问题，是因为啊，它那些籽儿本身的质量都有一般，规整度也好，或者是那个挑的精度也好，那种东西不是说不能玩，因为一个串呢，就是希望你不是说一定要买贵的，但是一定要买差不多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串它并不是陪伴你1天、2天、3天、1个月、1年，甚至它可能会陪伴你10年，所以这个串呢，一定是你买个差不多点的，你等玩了3年之后，你依旧觉得它很好，别到时候你玩着，你真的觉得它好了，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是个很次的一个籽儿，就是这样的，我还搜了同款衣服啊，同款衣服你买无所谓了，就是对无所谓了，就是你喜欢就好。江湖中只你我有朋友，那你直播抽点串儿？我说实话，我家里还真有几条串儿，我想抽奖送了那天，因为我有一条很早之前买的一条百香籽儿，买一条百香籽，然后横打，尺寸不大，大概是6左右，6、7左右，6.5左右吧，一串108长横打，然后我给它拆了5串，108拆5串，每一串就是可能是20几颗嘛，正好很小一串，
我那天正好抽了5串，我想说在直播间抽了，后来因为上次那个抽那个直播间那个小卡抽出点问题，所以我就不敢在直播间抽奖送了。所以有机会再说吧，有机会我看看，要不在工作室里开启一个抽奖什么的，就到时候送给朋友们啊，比如说什么小小的节日送给朋友们。但那个串不值钱，那个串当时我买可能那一串108也应该不到1000块钱吧？对，那一串108不到1000，然后所以我拆了几个小串，应该也就700块钱还是800块钱，我忘了。然后我拆了5个小串，然后到时候可以我看要不从工作室开启一个抽奖什么，到时候送了，没事，我到时候再攒一攒。我多攒点串，到时候一块就是给你们没事抽点串，然后送给你们啊。剑挑雪中风流，雪在恩仇满袖。来要春风入座，刀光作酒。金谷坡，金酒窝。金赤诚不曾散落，笔尖上河同行过，人间阔。有朋友说那个这还不贵，是贵的啊。这个东西文玩这个东西啊，它就是特别像什么呢？就是其实文玩这个东西是很坑人的，非常坑人。就是它溢价特别严重。其实那其实说白了，那些东西是啥玩意儿？昨天我说了一个词，昨天我学到一个词，很多文玩的手串，4个字，农副产品。为什么说农副产品呢？就是每年都结一茬子，比如说金刚也好，凤眼也罢，星月也好啊，各种的所有的什么各种什么桃核啊，这个核桃啊，这个什么梅林铁盒，就这些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1年1茬，甚至有的2茬。农副产品。就一个纯农副产品，一个果实的种子，或者是这个果核，凭啥卖几千，甚至几万，甚至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凭啥呀？不讲理。如果你真的去探求这个东西，它甚至不讲理。但是奈何不了这个行业，这个人有些人喜欢，就是一个人为了愿意为自己的喜好去花钱，这件事是很正常的。就像有些人喜欢古董，有些人喜欢古董。那有些人就看不懂古董，也不喜欢古董，你就 get 不到它的价值。那有些人就喜欢古董，那他就是花了倾家荡产也要买古董，这就是个人的喜好，没有什么贵与不贵。我觉得这就是行业，任何行业就是如果你觉得贵，你就不买，你就不买就好了嘛。那你就买便宜的呗。包括刚刚有朋友说9块9的串，我也买了一串，挺好。只要你那9块9的串，你买完之后你是开心的，你获得了个人的满足，自己开心。我看着我就漂亮，我喜欢，9块9真便宜，真好看，我真喜欢。那就值，哪怕你花了999买了一个串，你拿回来不喜欢，这串它也不值。就是这样，你喜欢最重要，它不在它的价值。你就跟我们穿那些 LV 也好，穿那些时尚品牌什么各种什么香奈儿什么东西，你说真的，咱们就要跟他算他的布料钱吗？咱们要跟他算他的布料钱。为什么你们对奢侈品这个东西就能接受，你对文玩你就觉得好像800块钱是贵的，是这东西，它不能你不能这么去算，就是你的喜好，它可以卖那么贵，你可以不买，你可以不买，是这样的。有朋友说一颗一颗抽吧，会抽的人多一点。那一颗籽儿啊，朋友们，我想说什么东西的啊？就是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值，它就不值钱，它根本就不是它。我刚刚说了4个字，农副产品，它不值钱。你去当地的话，你满地捡，满地捡这个东西，它本身它不值钱。然后呢，我一颗一颗送，它根本没有任何的意义，它也不会成为什么纪念。我送你一个小手串，你比如说你拥有了，然后你可能就。它可以带啊，但你一颗搁家供着，那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就是一个农副产品。你天天吃个桃子，里边也有核，没有意义的。我也没用过，我没有盘过，我只是说我买回来之后我给拆了。我盘过的东西我基本不会送人的，
这个因为这是一个卫生问题，我自己不嫌弃我自己，当然可能我盘过的串儿大家也不嫌弃，但是我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卫生，就是个人的一个坚持，我不会送我盘过的东西。我可能我自己会穿，比如说这串是我穿出来的，或者我给拆完之后重新打结，这个是可以的，我制作的是可以的，但是我绝对不会说我盘过的给你，这是，刚有朋友说宁哥我要脱粉了，你直播了。就是啥意思没明白？是因为我直播了你想脱粉，还是说你刚要脱粉，结果我直播然后又让你想起了我？是哪种啊？不知道，反正是哪种都好。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从来也不是从来吧，我可能是近1-2年学会的一些东西，就是我对很多事儿不执着了。你想脱粉你就脱粉，然后包括其实我去演唱会。我去演唱会嘛，演唱会接触到很多，很多就是那种喜欢我的人嘛。所谓喜爱我的人，就是包括来自这个各个地方的啊，哪怕是那个有就是比较遥远的地方啊，就很喜欢我，说然后托关系也要跟我合个影这种的，托关系也要跟我打个招呼啥的，这种的当然我很感谢，很感谢。但是我看到这些人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我不会觉得这件事儿会让我觉得很开心、很光荣，或者是很怎么样，我就很平常心。其实不是因为我飘，是因为他今天能粉我，他一定也会粉别人的。就是他对你的爱只是暂时的、一定的，这很正常。这不是说他们的问题，只是说我知道这个规则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之前一定也是粉别人的。他今天粉了我刘宇宁，就是这样的，我觉得没关系，无所谓的，我觉得没关系，无所谓的。所以包括像刚才那个朋友说，哎，宁哥我要脱粉了，或者我觉得你脱粉，我没有任何的感觉，我是不在意的，我真的不在意啊。为什么？因为我在意不过来。我打个比方，你说你脱粉了，那就是我们缘分尽了呗。你能在别人的获得更多的快乐，那是你的选择，我不会去怎么样的，但是我会感激那些。我不说了，反正我这个意思就是，我现在对这个东西非常的平常心，对，我不去强求这些东西了啊。没事儿啊，其实没事儿。刚有朋友说，哎，不脱粉什么的，我相信，就是这个，但这个东西就是，我会觉得就是顺其自然啊，这个它不会左右我的一个东西。包括很多朋友去教我，其实很多朋友都喜欢，觉得他应该比刘宇宁更懂娱乐圈，或者是别人家粉丝，很多粉丝觉得他比他粉的这个艺人更加懂娱乐圈，更加懂应该接什么戏。唱什么歌，去什么综艺，参加什么活动，他觉得他比这个艺人更加懂，因为他可能就是，对，他会想要去左右一些东西，或者提出质疑，就是这个东西，因为你不可能比艺人本身更加懂这个他自己的发展规则的啊，因为每个人的路都是不可复制的，且无法重复，就是所以你不可能比你的艺人更懂的。所以我从来不太听粉丝的这种对我工作上的建议的原因，是因为我就是因为没有听你们的建议，我才混到今天的。我没有听很多人的建议，我才混到今天的，因为这是我选择的人生，我想做的事儿，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我的道理，所以我就也不要你们别要求我去做什么，我自然也不会要求你们做什么，是一样的，只是说咱们保持一个彼此尊重。相敬如宾，因为你不可能比我更懂我自己该如何发展，这是一定的
因为第一你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第二你不是我。有朋友说：“宁哥，我花了200块钱买你的亲签，我的亲签呢，你不值钱，不用花钱买，玩不上。我估计也是假的。因为那种就是我在网上看那种只卖200块钱的亲签，我都自己花钱买下来了。我绝对不会让一个真迹仅用200块钱就能流入市场。”所以你买的一定是假的，因为真的都被我自己买了，因为我能认出来我自己签的嘛。所以凡是花200或者9块9，或者19块9，或者29块9，或者甚至更便宜9块93张那种的，我都自己买下来了。只要是真的，你在网上能买到的全部都是假货啊！不要他跟你说什么他是什么那个什么后台栏目组节目组的人，还有这个各种什么活动上的这个什么各种的，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因为就是我是从来不会在当天就签东西的，一般都是比如说今天我参加了一个活动，我的签名照都是后置的，最起码后置半个月到一个星期到半个月，我不可能当天参加这个活动，晚上你就能看网上有这个活动的这个签名照。有朋友说那5000的呢？5000的是真的吗？5000块钱买一张签名照，你就是跟真不真已经没有关系了，就是你这人脑子有病，你有点病。你就是最好，你这5块钱别买签名照，你上医院检查一下。咱们第一项先测测智商，你花5块钱好好治治啊！你别买我签名照，这是一定的，朋友们啊，你别。当你质疑5000块钱买的签名照是不是真的的同时，就说明，哪怕它是真的，也证明。就是用我们东北话说，你有点槽乎。槽乎是什么意思？就是脑袋不清楚。首先你觉得我的签名照值5000块钱吗？首先我想问，你们觉得我的眼神，就是你们觉得刘宇宁的亲笔签名照值5000块钱吗？咱们别有粉丝滤镜啊！你就正常，你作为一个正常人，有朋友说值，无价值；有朋友说不值，无价，不值，值，必须值啊！你最珍贵。有朋友说不值，有朋友说值。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说不值的朋友们，我一会儿都找到给你们踢出去啊！我找一下，刚才我看谁说不值，我都给你们踢出去。我看看啊，是不值，好，不值，有朋友说啊，有朋友打了一个不值，哦，你是替刚才那帮说不值的那些朋友说打错了是吧？你想打不值5000块钱，然后你打了个不值，哦，是这样的，那我误会你们了啊。可就是两个字，两个意思完全不一样。我说刘宇宁的那个签名照值不值5000块钱？有朋友说不值，哪值5000块钱？但是他打错了，其实他的内心是不值，怎么可能只有5000？可不值。行，那这样啊，刚刚说不值刚才说那个值5000块钱那帮朋友们是这样的，朋友们，那个从今天开始我这个行业不干了，然后我回头呢，我会让那个我工作室的人去联系刚才这帮朋友，我从明天开始搁家签名照，咱们就定价5000，我就往外卖，我卖个这个1800张我也够了，好不好？你们这些说5000块钱值的别给我跑啊！你到时候不给我买再说，我告诉你啊！你别我找到你跟我说，哎呀，我开玩笑的，不，咱这是拍卖会。咱就跟那种的，3000、3500、4000、5000、5次、2次、3次，啪，
你说回头说我开玩笑的，那不可能。啊，咱就刚才就是个拍卖会，有这个，哎，你是不可能的啊！你哪怕你不买，你得给我这个，打个比方，5000块钱签名照，你得给我来50块钱的这个开玩笑钱，啊，你得赔一定的这个钱。有朋友说5000越南盾。你把你越南身份证拿出来，我就相信你，我就允许你用5000越南盾。你是越南人吗？你不是越南人，咱聊的就是人民币。有朋友是欢乐豆，你是欢乐人吗？你是你是欢乐人啊？等一下，我拿个水，朋友们啊。拿个水。暗夜寒静是到日长，眉目头是双风霜奈何苍，仙针映成此去尽苍茫，气韵浩伤。风霜未远去，踏破山河之颠浪，一心并肩赴跌宕，看永夜的尽头，霎时人天光。莫怪仰天了轻狂，风霜未远，来千难万险与魂伤，一起逝去对不忘，人依然决在过日月晚霞，待到蓦然回首还无恙。有朋友说5000块钱练功券行吗？你这种人比刚才那种说不值的还要可恨，因为什么呢？他们起码就是他们属于坦诚，就是觉得刘宇宁的那个签名照不值5000，你是纯就是怎么说呢？你纯耍我，人家就是很耿直、很真诚的对待我，说不值，不买。你说我买，哎。但我用练功券，纯耍我。你比那些就是真诚的人，你虚假。烽火映霜天，血色间斜阳。暗夜寒静是到日长，眉目头是双风霜奈何苍，千针映成此去尽苍茫，气韵浩伤。风霜未远去，踏破山河之颠浪，一心并肩赴。此时此刻还没关注我微博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啊！谢谢各位的关注。这个在咱们直播间呢，主播会不定时的抽出一些这个免费的签名照，免费的抽出一些价值5000块钱的签名照给各位，好吧？关注一下我的微博，都有机会获得这份奖品啊！有朋友说保真吗？我在网上买的都是保真的，我生怕让我网上那些真的这种签名照滞销，所以我网上那种挂闲鱼上卖我签名照的，或者挂各个平台去卖我签名照的，只要是真的我都买了，我都给扫光，我直接去扫货，全给扫光，我放手里，我等它升值。之前我不是说了吗？我说我之前跟很多，我直播的时候就跟很多就是在直播间喊话，我说跟偏方，我说跟很多偏方说，我说那种影视偏方，我说你们从现在开始可以预定刘宇宁唱 OST 了，因为我在前几年的时候 OST 会稍微的便宜一些，
你作为一个偏方，你囤一部分，比如说你囤5首刘宇宁唱的 OST， 过了3年之后肯定涨价，你就属于投资。结果没有一家影视公司，有这个先见之明，他们都是先弄，先谈钱。你说你当时打个比方，我刚出道的时候，朋友们，我刚出道的时候 OST 非常便宜的啊，非常非常便宜，就是便宜到令人发指。啊，当时你说有，比如说这个人说，那这样刘宇宁，我签你20首那个 OST， 好不好？我签你20首 OST， 然后我一次性给你20首的钱。当时我如果是我刚刚我嘎嘎我就接了，接完之后打个比方，到现在这个肯定我 OST 稍微涨价了一些嘛。你现在比如说哪个公司要歌，他说我想找刘宇宁唱，哎，我这有刘宇宁的歌，我这有个名额，我卖给你，转手一倒，好多钱。现在就跟我签名照也目前也是这种情况了。OST 成理财产品，那属于投资啊，属于理财啊。打个比方，其实就是有些朋友就是你得有风险预估，比如像我刚出道的时候，那也大家还不知道我能干几年呢。一旦说砸手里怎么办，对吧？就是肯定也没有人投资眼光，但是风险同样伴随着收益嘛，收益同样也伴随着风险嘛。那个时候没有人有这个眼光囤我，啊。那时候没有人有这个眼光囤我，但是也是。当然也感谢那个，其实我有时候还挺感谢有一些人，就是有一些人怎么说呢？也不能说我记仇吧，只是说我现在回头想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幸福，不是很幸福，很幸运，就很幸运啊。就是之前就是幸亏没有，因为之前很多人，之前我刚出道的时候，然后呢，当时就有公司签我，啊，有公司就是来找我聊，说刘宇宁，我想那个签你。那个时候我没出道呢，那个时候我刚刚网红一点呢。我那时候刚刚网红一点儿，那前才多少粉丝啊？我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早期啊，那时候我才当时那个某平台你们也知道啊，就是那个我的平台粉丝才100来万的时候就有公司来签我，说那个你好，刘宇宁你好，我想跟你签约一下，这样子我把你做成艺人，那个咱们这儿呢就是会给你一部分签约费。然后当时我想说，哦，签约费你能给我多少啊？往后他说我给你多少钱？我给你100万。那我给你100万。我说拿我当什么了？多少钱？100万，其实很多了啊，很多了。然后呢，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我刚起步，那时候其实是很多了。那时候我刚起步，我才100多万粉丝。然后呢，后来我说有点少，他说那你要多少？我当时有一个愿望是什么呢？因为我从小没有我说实话啊，我说的这个话没有任何的做人设什么东西的，没有。那个时候我从小没有住过大房子，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住过大房子。然后呢，我只有一个愿望，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我给我爷爷买个别墅。我就想说，我跟我爷爷这一辈子，我从小到大没有住过大房子，我没有，以前家庭条件困难啊，我们家都就40平，我就想说我没住过大房子。我当时想的是，我给我爷爷买一个别墅，
我跟我爷爷从小住的比较小嘛，我想住大房子，我想让我爷爷住上大房子。然后呢，我说我要多少钱？因为我知道我们当地丹东那个时候别墅卖多少钱，不加装修啊，丹东别墅大概在300万左右。我说我要300万签约费。真的啊，那很早期呢，18年的时候了。我说我要300万签约费，我因为我觉得人家不能给，我还得跟人说实话，我说我就想给我爷爷买个那个别墅啊，因为我没住过，就想住一个。结果这家人说他说，这样，你粉丝到300万的时候，我再考虑。他说你粉丝到300万的时候，我再考虑这件事儿。我说哦，你考虑？我说那就行，那你考虑吧。结果就没刹住车，直接到了1000万。然后他回来跟我说 ：“OK，300万成交。”我说：“你现在给我1个亿，我都不会跟你签了。”这很早之前的一个故事了啊，很早之前的一个故事。因为那个时候，如果我是跟他签，真的就是因为起步签5年啊，他在我身上如果想要，我当时那赚好多的，也不是有远见。其实我也要感谢当时那个他卡了我一刀。如果他当时真的给我那个钱，说那你给爷爷买个别墅吧，买吧，你成功了，我可能我跟你说朋友们，我真有可能签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其实说句实话，我是没啥见识的，没见过钱。300万在我心里已经很多很多了。我在丹东能买别墅，这个跟做梦一样，你知道吧？所以那个时候觉得跟做梦一样，而且人签你给你免费的钱，还培养你，你这不偏德嘛，对吧？有帮我感谢不签之恩，是，就是也。没有，因为啥呢？因为确实人家当时觉得我不值300万嘛，他觉得我就值100万嘛，他就觉得我就值100万啊，觉得我能给他公司造成的利润也就是100万，然后他觉得我不值300万嘛，所以那也很正常啊。那人家轻看你了，这没有什么轻不轻看的，因为这种在网络上红极一时的这种所谓的网红，他太多了啊，你没有，就很多人你看会发现你这网红一茬一茬的。啊，今天那个姐，明天那个哥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后续的一些东西去续上，你只能最多3个月，啊，最多3个月，就确实是就过去了嘛。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不想让自己3个月啊，我就想说我要3年，1至30年，所以我选择的路就不同嘛，啊。为你写几页诗篇，几行誓言，几个长夜，几次相约。你的转身让我有失眠，想要牵住你的左手，却红了脸；想要搂紧你的左肩，却又胆怯。陪你走到废话的街，如何能把故事续写？原谅我太奔放，情不切。我不爱无聊人间，只偏爱你眉眼。如果你也有时间，陪我把这风景都看遍。有朋友说：“宁哥，我是你抖音29万粉丝之一，谢谢你，thank you 了啊。”有朋友说现在是6000万的价，我不值那么多，不值那么多。我现在如果想要说得到
得到我只要5000块钱，1张签名照送到家。你说6000万，6000万，不止，我只要5000块钱，签名照送到家。哦，有朋友说咱家的观看啊，观看次数6000万哦，你们说这个啊？哦。啊，有朋友说你现在身价6000万人次啊。行吧，差不多了。我今天播的，我看都播多久了？今天啊，我今天给你们播了4个小时20分钟，还行是吧？这样吧，我给你们凑4个半小时，该跟你们聊10块钱的。来，再聊10块钱的朋友们，为你写几页诗篇，几行誓言，几个长夜，几次想念。你的转身让我有失眠。为你写。等会你真能唠啊？没有，其实我还好。我最佩服的是此时此刻从我开直播进来就没有退出去过，或者就是基本从头看到尾这些朋友们，因为你们真能坐得住啊！我刘玉宁的直播这么无聊，你们竟然都能看下去。你们才是真爱啊！你们才是这个最棒的，感谢你们的陪伴啊！你们要是都不在的陪我，我自己照着墙那个说话，你们也我估计我也崩溃。谢谢你们陪着我啊！要不帅哥往中间点啊？你这样是，因为我这个麦克风那个臂有点长，所以我总往左坐的话有点不舒服。你这样，你就是比如说我坐在这边上，你拿手臂把这边把这个屏幕这片给挡上，就显得我就稍微居中一点了。啊，你稍微就居中一点了，好不好？你试试。当天空的云魄流向我，侵蚀我的魂魄，直到软弱。有朋友说剩10分钟给女明星看吧。好，戴米，戴米，你睡太死了吧，觉都叫不醒了。来，根儿。过来，这样式，戴米女明星，我搜一下女明星出场是什么歌，什么 BGM 啊？女明星出场音乐，我看是什么。有人想当男嘉宾吗？这个台上貌似没有关。怎么这么诡异？算了，放一个就是那种稍微表达一下戴米心情的一个就是戴米见到你们的一个心情的一首歌曲吧。来看看各位子子，来戴米来过来。来吧，跟各位子子打个招呼。好。
在这儿跟各位子子打个招呼。你的嘴好臭啊！你作为一个女明星，为什么会有口臭？睡得蒙蒙的，看吧，睡得蒙蒙的。行了，好，上来嘚瑟一下得了，好不好？说两句，给大家打个招呼。算了，不说拉倒。给你机会蹭我热度，你都不蹭，很可爱，很可爱的啊。因为这两天最近那个，因为他身上有点那个小小的毛病，就是那个皮肤病。然后这两天带他每天就是泡药枣去，还挺乖的啊，人家都夸这个小狗特别乖，所以命比较好，养到一条就是比较性格比较好的小狗啊，很乖，除了爱叫，现在这个毛病以外都很好。行了，你太臭了，赶紧走吧啊，好，你睡了啊，拜。去吧，就睡觉吧。我嫌弃你了没有？那倒不至于，他不敢嫌弃我的，他是不敢嫌弃我的，他知道谁是大王，谁才是这个家里的主人。如果没有我，他还不知道在哪儿吃屎呢。是谁给了你吃穿用度？是谁给你花钱洗澡修毛？那当然是我，所以他得感谢我。行吧，那感谢今天所有好朋友的陪伴和支持。如果此时此刻你还没有关注我微博的朋友，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谢谢今天所有的好朋友陪伴，然后谢谢从头到尾看到尾的这些朋友们，也希望你们看我直播能获得快乐，获得放松，这是我最大的荣幸了。那在这里呢，也祝各位度过了一个轻松快乐美好的夜晚，这一夜有你们真好，愿你们这一夜过得愉快。我们下次直播不见不散了，晚安各位。也难成为知己，璀璨的繁星让辽阔无垠的夜空有了意义。正如遇见你，让雀跃的故事从此连词成句。